秦渊，现在正式通知你，因为你在新兵连服役期间屡次违反部队纪律，不服从命令，辱骂上级，训练消极。经军部、师部、团部开会决定，立即将你送回户籍地，交接给当地政府武装部进行开除军籍，并进行进一步的处罚。秦渊躺在部队床上，一脸懵逼地看着站在窗边冲自己语气严肃说话的中校。什么情况？我就在高强度的选拔训练中晕过去而已，醒来就被开除军籍了。开什么玩笑？什么时候部队的纪律这么严格了？而且我是在参加特种兵选拔，就算没被选上，最多也是被退回原部队而已吧。这开除军籍是什么鬼？等等，刚才他说新兵连期间，新兵连你妹啊！老子都2年老兵了，好吧，哪来的新兵连？这时他的脑袋忽然传来一阵刺痛，无数信息快速涌入他脑海中。片刻后，我操！秦渊，你说什么？这小子也太无法无天了，都要被开除军籍了，居然还敢骂人！他快速爬起来，冲到宿舍门口旁边的仪容镜前，看着镜子里面的人，秦渊整个人彻底傻眼了。特么，老子居然真的穿越了，而且穿越到了一个要被开除军籍的新兵蛋子身上。融合的记忆中，秦渊知道自己穿越到了一个同名同姓的新兵身上。要是这新兵是正常的一个兵也就算了，可特么的，这家伙居然是一个刺头兵。为了回家，更是敢对着团长破口大骂。经过几次开导无果后，部队只能将其开除。我这上辈子也没造孽啊，为啥要这样对我？秦渊，刚才跟你宣读的决定书，你听到没有？各位首长领导，我知道错了，能不能不要开除我？我还想当兵，让我继续留在部队好不好？这家伙又在这里抽什么风？之前不是嚷着喊着闹着各种作妖，不就是为了部队能将他赶回家吗？这咋睡了一觉就变了？现在知道错也已经晚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既然军部的命令下来了，这个决定就不会再改变。回去后好好为你的错误接受惩罚吧，将他和他的行李带出来，立即送回户籍地去。是。老天啊，你特么太会坑人了吧！电视和小说里面，人家穿越过来，不是成为超级富二代，要么就是自带主角光环的修仙者啊，超级学霸啊！你特么给我一个被开除军籍的身份，同样是穿越者，怎么老子运气就这么背？前面怎么了？好像出事了。秦渊，你在这里等着，不要乱动，我下车看看。老乡，怎么了？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军人？太好了，有军人在。同志，刚才前面忽然出现山体滑坡，有几辆车快被埋掉了。你看，就是前面那辆黑色的车，前面还有。什么？里面的人出来没有？没有，都被压住了，怎么可能出得来？那救人啊！你们愣着干嘛？同志，我们不敢啊！你看，前面还有不少山体，滚滚山水冲下来，随时会再次出现滑坡。我们如果过去的话，要是……那你们继续待在这里，不要再往前。还有，快帮我报警叫救护车。放心，没事了，我们来救你们了。秦渊，你愣着干嘛？救人啊！哦，放心，没事了，你继续救人，我将人扛到安全区先。好。麻烦你们赶紧帮他包扎一下，或者送他去医院，拜托了。大家帮忙一下吧，不敢跟着军人同志去救人，但也不能冷漠到连人家冒死救出来的人都不管吧。拿着这个。两位同志，你们快回来，你们上面坡上的泥土有些松动了，随时可能会掉下来，你们快走啊，不然会没命的。快，加快速度，上面的一大块泥土和碎石快要撑不住了。快，如果再被这些碎石泥土压住，整个车子会被压扁，他们就彻底没救了。秦渊，既然你有军人责任感、使命感，为什么要拒绝服兵役，要回家？特么孙子想回家，被压上车之前，我不是不断反抗，说不走了，要好好当兵吗？你们也不信啊？合着你没开玩笑？我脑子进水了，拿自己的声誉和前途开玩笑，也只有那个傻逼会这么做。那个傻逼，他是在骂自己吗？求，你救我孩子！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救你孩子的。但你要先放松，你不先出去，我们没法救你孩子。秦渊，快点，上面要顶不住了。好，不好，泥石流来了，那军人同志还没出来呢。我日，完蛋了！秦渊，欢迎宿主来到新世界，神级选择系统成功觉醒。据了解，2位军人战士一共在最危险的泥石流爆发区连续救出了11人，还剩下一个小孩还没来得及救出来。第二次泥石流再次爆发，其中一个小战士并没有立即逃离，而是用自己的身躯为小孩挡住了冲击，和小孩一起被掩埋。还好救援人员及时赶到，从石土中将2人救了出来。小孩因为有小战士的保护，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小战士却是被碎石砸中身体，至今还在ICU抢救。请让我们一起为战士英雄祈祷，保佑英雄平安，这才是我们国家的骄傲。希望英雄能挺过来。此时，滨海市人民医院，很多媒体人都围在这里，都想着拿到关于救人的战士英雄的最新状况。医院抢救室楼道外面，有着几名警卫员将现场看管着，除了医生护士之外，其他人都不能进。如果当时不是秦渊同志在，我很难一个人将受困群众救出来，只怕……这是一个好战士啊，是我们部队军人的骄傲。这么好的一个有军人责任感、使命感的新兵同志，怎么会拒绝服兵役？这其中是不是有其他的隐情？你们调查清楚没有？吴参谋，这个秦渊，我都去做过几次他的思想工作。说实话，他当时的那状态真的不适合当兵，拒绝训练，辱骂老兵班长、领导，3番5次作妖，弄乱整体秩序。说实话，我也是真不知道，在人民群众危险来临时，他有那个觉悟，挺身而出。可我怎么听说，早上我们的同志要将他带走的时候，他坚持反抗，说要继续留在部队服役，不肯离开。有这事吗？有，你怎么不跟我说？当时军区命令下来了，是强制将他退回去。而且这秦渊在新兵连1个多月，反复无常，各种谎言张口就来，我们都认为他是为了面子，故作说不想走的。报告首长，有件事我想跟你们汇报一下。什么事？当时在营救受困群众的时候，我问过秦渊同志为什么拒绝服兵役，他说傻子才想走，他是想留下来的，因为当时救援要紧。我虽然疑惑，但也没有仔细问清楚，我猜他可能心里是真的不想回家。如果这次他能挺过来的话，我建议是否要撤回开除他军籍的决定，让他继续留在部队。废话，敢不撤回吗？他现在可是人民群众心中的英雄，他救了这么多人，做出了这样的好事，成为大家心中的英雄。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他现在是部队的形象代言人。军区这边不仅会撤回命令，还会给他颁发战功。不过还是得等他醒来问清楚，才能做出决定。是首长，那外面的那些媒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就跟他们说，他们2个是外出执行任务，刚好碰到泥石流。是，包括晚点秦渊家属过来，也这么解释，不能伤了人家家属的心。是，医生，我们的同志怎么样？命是保住了，但他的身体受到重物的挤压和撞击，体内多个器官受损，肋骨都断了几根，最重要的是脑部也受到了撞击，能不能醒过来不敢确定，看他自己的意志力和造化了。你是说他现在就跟植物人一样？可以这么说吧。系统，秦渊下意识地喊道。他可记得在自己被掩埋的前一刻，似乎听到了系统的声音。丁，系统在，宿主请说。居然真的有系统！系统，赶紧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帮我检测一下我的身体状况。好的，本系统全名为保家卫国、自立自强、坚韧不拔、勇往直前、不怕苦、不怕死的神级选择系统。宿主也可将系统简称为神级选择系统，或者系统也行。泥煤，能简称你费这么多话干嘛？所以系统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协助我成为一名顶尖的兵王、军人，是不是？是的。可我现在就要被开除军籍了，不是军人了怎么办？所以现在系统只是觉醒，还未正式激活。宿主需要想办法重新回到部队，系统才能正式激活。想办法？想个毛办法啊！我要是有办法，我怎么会被强制带离部队？而且现在就算是我想回部队，也要看我身体允不允许啊！系统，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了？宿主身体伤势非常严重，90%以上的大概率是醒不过来了，但也不会死。那意思是我会成为植物人？从医学的角度可以这么说。都成植物人了，你让我怎么想办法回部队，以烈士的身份埋进烈士陵园啊？鉴于宿主是因为救人才会受此重伤，系统可以为此先奖励宿主恢复身体的神级药剂，融合之后，宿主不仅可以醒过来，快速恢复身体，其虚弱的身体素质也可获得一定的改造，变得强壮。那来愣着干嘛？赶紧给我服用啊！宿主不要着急，这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身体恢复后，宿主需要在1周内申请回到部队，否则系统将会立即无限期静默，而一旦系统消失，之前宿主融合的神级药剂也会被收回，届时宿主会因为一下子不适应，可能会立马嗝屁。系统，你居然也玩梗！宿主，你关注的方向点错了吧？行，那就给我融合吧。对于系统说的这个，只要脑子正常的，都会选择融合药剂，先醒过来再说。只有醒了才有机会，否则让我成为植物人，一直躺在这里不成。即便最后不成功，嗝屁也就嗝屁了，总好过在这里躺着当个废人强。收到。
神级恢复药剂融合中，请宿主稍等。叮，融合完毕。系统没啥用啊，还是动不了。该药剂会在8个小时内慢慢修复宿主的主要受伤部位，比如脑部和心脏，这些都需要一定时间。8个小时后，宿主便可醒来，半个月内便可恢复如初，且身体素质会比原来强上2倍。行吧，暂且信你一回。是我的儿子醒了吗？他没事了吧？不行，你们不能进去，里面是无菌重症室，只有消毒后的医生和护士才能进去。你们在这里稍等，医生已经进去检查了。重症病房内，秦渊被几个权威军医不断地查看着身体，自己却是无可奈何。虽然醒了，但也是刚醒，麻醉已经过了，身体各个位置传来的疼痛，让得他差点没哭出眼泪来。神级恢复药剂能恢复身体伤势，却是不能止痛啊！奇怪，真是太奇怪了。之前我们给他做手术和检查的时候，脑部和心脏的这些部位都是极为严重的。这才过去8个多小时，怎么就恢复得这么好了？按照这个趋势，既然醒了，基本就没有生命危险了。这孩子身体恢复能力和意志力真是太强了。现在还不行，再等1-2天，等秦渊同志身体状况恢复稳定一点，转到普通重症室就可以看望了。那好。怎么还在为秦渊可惜？其实秦渊这孩子品性并不坏，只不过是娇生惯养了一些。果部队能够再给我多点时间，未必不能将他思想纠正过来。现在弄得他被开除军籍，我这个新兵班长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不关你的事，思想工作我们连里、团里、军里都做过了，还是改变不了他，那就证明这样的兵并不适合在部队。趁他在部队没犯下什么大错前，将其遣返回去，未必是一件坏事。哪有这么严重？不严重，那小子差点就拿刀跟排长干架了。如果不是你冒险去拦着，估计他现在都被送到监狱去待着了。总之，我个人认为他走了好，走了清静。他那样的少爷根本不配来部队当兵。去，你这思想不合格啊！兵不好，我们这些做班长的有一定的责任，不能把错全部怪在人家身上。行，我思想不对，我不配当他班长，我自罚去倒垃圾，你自己慢慢在这里睹物思人吧。秦渊啊秦渊，希望经过这次的教训，能让你成长一点吧。紧急集合哨响起，各个新兵连全部集合，前往营里统一看今晚的新闻联播。平常都是在连队里看，今晚怎么去营里了？鬼知道，可能看完新闻联播，顺便也开个会吧。不仅是新兵们疑惑，班长、连长们也是不解。但营里直接下达了死命令，所有人不允许请假，必须要全员参加。新兵营这里，在他们队伍的最前面挂着2个投影仪。整理好队伍后，新兵营营长、教导员也跟着新兵们一起开始看新闻联播。下面是现场的人民群众在现场拍摄到的救人画面，让我们一起看看。只见到2名身穿长服的军人在几十米外泥石流的事故现场，正冒着狂风暴雨解救被困在车子里的受困群众。因为拍摄的距离太远，又下着暴雨，根本没法拍清楚人脸，只能看到有2个身穿长服的军人在泥石流事故区冒险救人。泥石流会不会再次爆发？到时候人还没救出来，救援的2名战友也会被泥石流一同卷走了。是团部的李参谋，我们团的。不会是秦渊吧？那小子参与了救援工作。秦渊？那是不是秦渊？是他，那么清晰的面容，怎么会看错？秦渊所在的新兵2连的新兵们一下子就认出了秦渊，一个个都下意识地惊呼起来。秦渊，好样的！纵使你之前千错万错，但现在你依然还是一名英雄。班长未带过你这样的兵。班长，你是对的，这秦渊是个好兵，可惜他是以这个身份被退的兵。如果他没被退，那该有多好。你说会不会因为他这次救了这么多人，组织会念在他立功的份上，不开除他军籍，让他回来了？如果我是首长，我当然希望这样。你自己看，连新闻联播都报道了，大家都知道了秦渊和李参谋为了救人不顾自己生命的英勇事迹。如果这时候让大家知道秦渊是因为拒绝服兵役的逃兵，你认为国内外会怎么想？你是说，就算不是为了秦渊，为了部队形象，领导们也会想方设法的让秦渊留下来？国家利益远远大于个人利益。当然，我也希望秦渊经过这件事后能有觉悟改变，自己有意愿重新回到部队来。你说的很有道理，这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小渊，你怎么样？还有没有感觉到哪里不舒服？爸，我没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要是真有点事，我怎么下去跟你妈妈交代啊？秦渊，你放心吧，你救的人都安全了，包括被你用身体挡着的那小孩也都没事。那就好。秦渊，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集团军副军长，他代表集团军来看望你的。秦渊同志，我代表军里和被你救的受困群众，感谢你的付出。首长好，我有个请求。你说，只要能做的，我们都答应你。我为我自己之前在部队犯的错向你们道歉，我知道错了，我也不会逃避惩罚，你们想怎么处分我都行，但能不能不要将我退兵，开除我的军籍？我想好好在部队服役。退兵？开除军籍？你们不是说他是跟着出去执行任务的吗？叔叔，你跟我出来一下，我来跟您解释吧。秦渊，你是认真的？你确定想重新回到部队？是的，请首长们成全，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好，我答应你了。你好好休养身体，等康复了就可以直接回去。当然，处分是少不了的，毕竟你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过你救了这么多人，立功受奖也不会少，这两者不冲突。是，谢谢首长。1周后，秦渊的身体迅速恢复，已转至普通病房。谢谢秦渊，你真是我们的恩人啊！为了秦渊的休息，我们将他转至军医医院，真是个医学奇迹。秦渊恢复的这么快。出院当天，部队派车将秦渊送回了部队。团长好。秦渊同志，欢迎你回来。你的事团里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有2个选择，一是回作战连队，2是留在团部当通讯员，你的意见呢？团长，我想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要回到新兵2连。好，我尊重你的选择。关于你之前的错误，组织决定给你一个大过处分。是，我接受组织的一切处罚。这次你救了这么多人，本应只获得2等功，但考虑到你的英勇行为和在全国的影响，军里决定授予你1等战功。是，感谢组织的信任。战功奖励要过些时日才会下来，你先回新兵2连继续训练。是。丁，恭喜宿主重新返回部队，系统正式激活。终于来了，宿主可以打开属性面板，看自己和本系统的奖励信息。好的，系统，麻烦打开属性面板。好的，正在为您打开属性面板。体质涨到了200，算是正常人的2倍了。系统，这个军功值点数是什么意思？军功值就是宿主在部队立功受奖等获得的点数，可以用来抽奖。原来如此，那这个抽奖系统等级越高，抽中的奖励就越好。是的，抽奖系统等级越高，奖励越丰厚。那抽中的奖励都有什么？各种单兵作战技能、增强体质等药剂、团队指挥、军工科技技术等知识。这个还真不错。请问宿主需要打开新手大礼包吗？打开。收到，正在为宿主打开新手大礼包。丁，新手大礼包已打开。恭喜宿主获得初级鹰眼技能。有了这功能，我的射击和侦察能力都会有质的飞跃。到了，谢谢班。秦渊，你小子果然过来了。班副，这小子真的变了。来，你的床铺，班长都给你留着呢。谢谢班副。你收拾一下，我先帮你把你石会上的东西放进储物室。完了之后，你就先在班房里休息。新兵们都去训练场训练了，要晚饭时间才回来。是。秦渊开始收拾床铺、军备、作训服等物品，一一归位。秦渊，这被子和床铺是你自己叠的？这里就我和您，当然是我叠的。不是，你什么时候被子叠得这么好了？这质量都能跟老兵的相比了。可能这次是我认真叠了。难道说这小子天赋很高，学习能力超强，一直伪装隐藏自己而已？班副，我收拾好了，我能申请现在去跟着部队训练吗？你想去训练？你的身体刚康复。我已经好了，不然医院也不会让我回来。我给连长打个电话吧，他同意的话，我就带你去。是，谢谢班副。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啥？秦渊主动申请过来训练？连长好。回来了。好，既然回来了，那就好好训练吧，可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知道没？是，我保证好好训练。行，那就这样吧，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也不要再多想。连长，我来了。三班长，我回来了。三班长，你的兵你带走吧。是，秦渊，跟我来。是。我没看错吧？这真的是那个天天嚷嚷着要回家继续训练、辱骂上级的秦渊。你的枪放在武器室内，下次再去拿吧。谢谢班长。既然选择回来了，那就好好训练。班长，我会的，这次回来我不会再让您失望。好，我相信你。你到末尾去跟他们一样进行巨抢训练吧。明天下午要进行实弹射击。是。
你好，你好。秦渊开始巨抢训练，场景聚焦于他的动作和表情。你巨抢的姿势很正确，握枪也很稳。我很好奇，你之前都没认真练过，是怎么做到的？报告，我之前是没练过，但我记得您教我们的东西。很好，保持住。不行，我要忍住，绝对不能输给秦渊，不然就尴尬了。这点痛就忍不了了。你看看人家秦渊，他第一次都能忍住，你们练了多久了？好意思吗？班长，不要啊！班长，我请求往我枪管挂个水壶，满的。众新兵怎么都没想到，秦渊这一训练竟然主动加大训练量。好，你们看看人家秦渊的觉悟，怎么着？还需要我来帮你们把水壶掏出来？这些都是实弹射击的流程。一个下午的训练很快便是过去。好了，射击训练就到这，各班组织一下卸装，摆放好装备。副班长留下看装备，其余人活动一下身体。10分钟后开始3公里跑。是。大部分新兵都是一脸紧张和害怕，对于体能训练，他们都有着深深的恐惧。赶紧活动啊！今天的3公里是以班级为集体的，要是给我跑了最后1名，看回来后我不收拾你们。秦渊，等会你跟着我跑，你之前没练过长跑，可能会不太适应。班长，没事，我跑过长跑，入伍前我也是运动爱好者。你跑过，好，那就试一下。很快。活动好身体后，随着朱成的一声令下，新兵们都麻溜的快速跑了出去。秦渊，你跑我前面。班长，我先自己跑一段，您先帮其他班里战友，我这边没事。秦渊的速度跟100米冲刺一样，瞬间冲到了大队伍的前面去了。看得在场的新兵和班长都一愣一愣的，他们不是惊讶秦渊跑这么快，而是看到秦渊这么积极的训练态度，让得很多熟悉他的人都不敢相信。态度是好了，就是脑子不太行。谁3公里跑是一开始就用100米冲刺的速度的？不是吧？常人2倍体质就这鸟呀？数据是正确的。宿主之所以感觉吃力，是还没适应目前这具身体。来了，行，那就正常跑看看。这么快就有人跑完1圈了？怎么是你，秦渊？居然有人比我还快！连长是谁呀？秦渊，欧林，你可得加油了。怎么是他？不可能啊！我不错，秦渊这小子是个好苗子。别忘了是集体跑，我得慢慢跑回去，一边恢复体力，一边等我们班的同伴过来。喂，秦渊，你干嘛去？以后有的是机会，急什么？现在还是比，我们3班跟你们5班谁快一点吧。秦渊那小子跑哪里去了？班长，他不会跑丢了吧？滚一边去！这新兵营地能有多大？那可能是他怕累，躲起来了。赶紧的，加快速度，将人拉上去。班长，我跑前面去了。秦渊，你跑哪里去了？我跑前面去了。班长，我先带一个到前面再说。加油，来，跟着我的呼吸节奏和步伐节奏。秦渊这家伙来得太是时候了，大家加油！秦渊，连长，您听我解释，秦渊不是有意停下来不跑的。什么没跑完？秦渊，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你体能素质这么好，前面2圈跑完。您也没问我。班长，我去倒垃圾了。不急，你先整理好个人内务。我整理好了呀。这是你叠的。秦渊，你被子和床铺什么时候整理的这么好了？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班副也不在班房，当然是我自己叠的了。你怎么能叠得这么好？以前你不是叠的像豆腐渣一样的吗？那是我没认真叠，合着只要你一认真，就能叠得这么好。不错，秦渊，你是当兵的料，垃圾就不用倒了，你去帮班里战友整理一下被子床铺，传授一下你的经验。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这样我当着你们的面重新整理一次，你们看一下，然后你们觉得困难的地方可以提一下，我看看能不能帮解决。怎么会？我们也是跟你一样的步骤和方法来叠的，怎么你就能叠得这么好，我们就不行？不行，秦渊，你来叠我的试试，我怀疑你的被子有猫腻。行吧，我是无所谓，只是你不要怀疑人生就行。这特么是我那床被子，啥时候变得这么好叠了？怎么在我手中叠出来的是一坨屎，在你手中就成艺术品了？秦渊，你快教教我们，你到底是怎么弄出来的？今天是你们入伍的第3次实弹射击，老规矩，谁能打出满环的成绩，便可获得团嘉奖。前面2次实弹射击都没人做到，现在又经过10天的瞄准巨抢训练，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告诉我有没有信心？有。射击开始。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实弹射击，系统发布新任务，打出满环成绩可获得体质极限翻倍奖励技能。系统，这个技能具体说说。比如宿主在进行体能训练，只要突破极限，自身体质增强了20个点，那系统便会再额外奖励20个点，以此用来鼓励在进行体能训练时更加的努力。以我前世的射击经验，再加上系统奖励的这个鹰眼技能，让我的视力大增。
只要我控制好节奏，将枪聚稳了，未必打不出满环来。秦渊紧张吗？不紧张，紧张就紧张，没啥不好意思的。之前我们第一次打也紧张的要死，特别是刘小胖紧张的5发子弹，有2发脱靶了，只打了10几环。我说，能不能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是没有脱靶，但35环及格，你及格了吗？5发都打在6环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控分大佬呢。但至少不脱靶，我进步了。今天我肯定能打及格。你毕竟是第一次打，紧张点也正常。没事，就按照昨晚走的流程来，即便打不及格也没什么，后面还有机会。这秦渊回来1天了，有什么异常吗？报告，没有，一点也没有。是的，这小子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回来后也不哭不闹不作妖了，而且还主动申请训练。哦，还有这事？可不是，而且您不知道，这小子的体能素质非常好，我们连的欧林您知道吧？居然都跑不过他。这小子这么牛，那看来他是一个快当兵的好料子啊。不管如何，你这边要多注意一下，一旦发现有异常，赶紧做好思想工作，并且向团里报道，可不能再让他闹着离开部队了。关于他救人的事件，社会上的热度还没过去，如果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可不好向军里交代。是。很快1连便是打完了，轮到他们新兵2连。秦渊所在的3班被分在第2组，当第1组上去的时候，他们已经领取好实弹，站在第1组的后面了。5发子弹，规定1分钟内打完。开始。在瞄准了大概5、6秒钟后，秦渊终于开始。左右两边的其他新兵，40多秒的时候，秦渊这才射击完第4枪，还剩下最后1枪。而同组的其他新兵都已经射击完，将枪放在了靶台上，趴在原地，等待1分钟的到来了。只剩下最后10秒钟了。这小子不会忘记打了几发，不知道枪里还有1发子弹吧？可当他刚说完只剩下最后5秒钟的时候，秦渊果断开枪。老朱，你们2连的成绩出来了，不错不错，恭喜你们，居然有人打出了满环。什么满环？秦渊没搞错吧？那个逃兵他居然打出了满环成绩，怎么可能？是你们2连有人打出满环来了。团长好。报告团长，是新兵2连的秦渊打出了满环。什么？谁？秦渊？确定没有统计错？团长，按照规定，凡是打了满环的靶子都会收起来。您看，这就是秦渊的靶子。真没想到，这小子居然有这么好的射击天赋。会不会运气太好的原因？我这也是猜测。你们想啊，这秦渊第1次打实弹就打出了满环。当然，以往新兵中也有这种例子，但人家那是好好训练，并且服从部队指令的。跟这秦渊不一样啊，他昨天中午才回来，就练了1个下午，就打出了满环成绩。这搁谁都不相信啊！不管是运气也好，实力也罢，人家秦渊的确是打了满环，这成绩依然有效，这个团嘉奖还是要给的。谢谢团。关于他打满环的成绩，先不公布，不是还有2次吗？等打完3次再看，咱们也要看一下后面的2次他的成绩是否稳定。秦渊感觉如何？还行，等会还要打2次，保持第1次状态就行了。班长相信你可以，我不会让您失望的。1次是运气，2次还是运气吗？团长，那秦渊打了2次满环，是不是有2个嘉奖啊？你说呢？那就1次。你以为团嘉奖是随便给的？新兵连3个月，团嘉奖只给第1个打出满环成绩的新兵。今天是你们军旅生涯的第3次实弹射击，也是新兵结训考核前的最后1次，成绩我很满意。不管是个人成绩还是你们各连的整体成绩，都比第2次好了很多。而这1次令我感觉到十分惊喜和意外的是，居然有3次满环的成绩出现。你们听的没错，就是3个满环。现在由我来宣布打出满环成绩的这名新兵。按照规定，打出满环的新兵同志将会获得团嘉奖。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是谁这么厉害。第1次打出满环的新兵同志是新兵2连3班秦渊。怎么会是秦渊？这家伙不是一向，印象中他好像开什么玩笑。秦渊这个名字可以说是臭名远扬，肯定是运气，是运气，这小子就是。第2次射击满环者来自新兵2连秦渊。又是秦渊，
合着这小子，如果一次是运气，第二次就是实力了。第3次射击满环者，不会第3次满环的也是秦渊吧？新兵2连3班秦渊，还真是他，太屌了吧！这么牛逼，你当初为什么要？让我们掌声有请秦渊同志上来。老秦，牛逼，赶紧上去啊，拿你的团嘉奖。谢谢团长。怎么不高兴不激动？高兴激动，高兴的不得了，激动的不得了。你们也不用羡慕秦渊，你们也还有机会，再有半个月就要进行新兵连结训考核了。按照规定，综合成绩第1的可以拿到一个3等功，第2名到第10名可以拿到团嘉奖。秦渊，你这次的表现真是让人刮目相看。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获得极限体能翻倍奖励技能。恭喜宿主连打3次满环，夺得新兵第3次实弹射击第1名，军工指点加1000。恭喜宿主荣获团嘉奖，军工指点加2000。目前军工值已经有13001。系统，我记得就算加上这3000，也只是13000而已吧？这100哪里来的？这是宿主在早上教战友整理内务获得的奖励。这帮助战友也能获得军工值？当然，宿主帮助战友提升，也算是间接帮部队提升了战斗力，对部队有贡献就能算军功。原来如此，试试抽奖系统，开启初级抽奖系统。收到，正在为宿主打开初级抽奖系统。系统不能看到里面的奖励的吗？只有高级抽奖系统才能看到。好吧，那就试一下吧。系统抽一次。收到，消耗1000军工指点，抽奖开始。这么金灿灿，不会是什么牛逼的技能奖励吧？我系统，你妹的，怎么还有这玩意啊？为什么不能有？再来。收到。系统，你杀我是不是2000军工值就换来这8个字？单次抽的话，中奖几率是10%左右。才10%？10%已经非常高了。宿主，您想一下，社会上那些福利彩票有1/1000吗？等等，系统，你刚才说的单次抽是什么意思？这抽奖还分单次和多次的？是的，单次抽中奖几率是10%，双次是15%，5连抽是30%，10连抽是50%，20连抽100%中奖。你搁这等着我呢？你这不是忽悠玩家氪金抽好装备的套路吗？你也没问我啊。系统，给我来个10连抽，老子还真不信了，这50%的机会还不能抽中奖。收到。请问是否需要一键领取？一键领取？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的给我出来10个谢谢参与吧？大哥，那可是我用命换来的军工值啊！恭喜宿主抽中臂力力量增强药剂1瓶，融合后可让宿主的手臂力量翻倍。恭喜宿主抽中初级格斗技能，激活该技能后，宿主将自动融合各种格斗技术，让宿主达到特种兵级的格斗水准。不错不错，着实不错。请问宿主是否需要融合手臂增强药剂？存久一点，药效能更好吗？当然不能，宿主你想啥呢？能就融合啊，难道要我像存久一样存几10年卖个高价啊？不错不错，着实不错。看你们那点出息，不就是跑个步吗？有必要这么紧张吗？不过看在你们今天射击成绩不错的份上，今天的3公里还是要跑的。新兵们当场想发飙，但听到朱成接下来的话，松了一口气。当作是活动一下身体，适当性的跑一下就行了，只要能够在15分钟内跑回来就行。开心了吧？你们今天能这么轻松，要感谢秦渊。如果不是秦渊3次满环，让我们连在靶场出尽了风头，给连长争了脸，就你们那些成绩回来，那就不是3公里那么简单了。你也一样，你的体能素质不错，该休息就休息放松。班长，我能按照自己的节奏跑吗？当然，今天是自由跑，只要在15分钟内跑完就行。是。朱成走过来，哨声一响，所有新兵冲了出去，但速度不快，只有秦渊和欧林快速冲出。那谁啊？不是自由跑吗？怎么还跑这么快？好像是秦渊。秦渊，老秦这家伙跑这么快干嘛？这小子，秦渊啊秦渊，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还有2个比较自觉啊。这回我可学聪明了，不会一开始就拼尽全力。我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快点达到极限，从而突破它。500米后，秦渊体力消耗迅速，速度减缓。看你还能跑多快！一圈下来，欧林仍未追上秦渊，而秦渊的成绩让朱成震惊，2分58秒。老秦，加油，追上欧林啊！现在才加速，晚了吧？欧林第一个冲到终点，10分22秒。秦渊紧随其后，10分36秒。真不错，不错不错！众人惊愕，秦渊冲过终点后并未停下，继续往前跑。秦渊够3公里了，可以停下了。众人一阵错愕，纷纷猜测秦渊的目标不止3公里。他这是要干嘛？欧林深吸一口气，再次跑起，但已无力追上秦渊，眼眸中首次露出敬佩之。
距离终点仅剩200-300米，秦渊迅猛追击。等等，这老秦不是跑完3圈了吗？怎么还在跑啊？14分33秒。他们跑3公里的时间，秦渊却完成了4公里。秦渊，差不多得了，不用跑了。还差一点。什么还差一点？就差一点点。秦渊体力耗尽，却靠意志力坚持。不是突破极限，还能获得这么大的能量，这小子开挂了吧？快看，是秦渊，他又跑完1圈回来了，这可是跑了5公里了。快，再快点，还有15秒，加油！快，搀扶着他往前走走，不要让他停下来。快！17分35秒。17分半，这个成绩全团前10，一个新兵这么炸裂。你们这群班长老兵们，有几个能跑出这样的成绩来？距离开饭还有半个多小时，各班带走，练练器械，投手榴弹。秦渊，你就不要练了，在一边休息，继续缓一下。没事，我就随便投。老秦，你这第一次丢手榴弹，好像只是丢了10几米吧？小胖，你第一次也不到20米吧？那是之前，现在我最远。那你是知道怎么利用肥肉使劲了。刘小胖，你再教一下秦渊怎么投。好嘞，怎么样？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那试试。行啊，随便投看看，不合格也不丢人。记住，姿势正确，20几米没问题。我现在力气还没缓过来，原地投试一下。行，试一下。就这弧线40多米了吧？原地投掷50多米，你管这个叫做随便投试试？不是，老秦，你什么时候能投这么远了？3班众人及其他新兵班长们均不可思议地看着秦渊。是啊，秦渊，我记得之前你投10几米都用出吃奶的劲了。那是我不想投，至于原因你们也知道。刚才你只是原地投掷，我想看看你冲刺投掷的能有多远。试试，再练一会儿，就这手臂力量，丢出60米的距离应该都没问题。深吸几口气，猛然快速往前冲了出去，在距离投掷终点的3米左右，左右脚交叉跨步，上半身微微往后压下30度，然后借用腰力和冲刺惯性，将上半身弹起，右臂顺势从后面从下往上甩出。手榴弹如抛物线一般飞出。我日，看这高度和速度，感觉要出界啊！不是吧？那可是有着80多米远啊！手榴弹朝着小山林里砸去，全场寂静。怎么回事？谁这么厉害，将手榴弹丢出界外了？连长，是我们班的秦渊，你丢的。试了一下，没想到到界外去了。好，真没想到你小子的爆发力这么强。好样的！我宣布，今天给3班加1个菜，给你秦渊加2个鸡腿。谢谢连长。目前为止，上了军报公认的手榴弹投掷最远的是120米。秦渊，你有很大的机会打破全军纪录。是，我会努力的。从今天开始，这段时间你有空就来这里指导一下其他新兵，传授一下你的经验，特别是那些还不合格的，你来当他们的教官，怎么样？是，我听从连长的安排。从今天开始，秦渊就是你们的手榴弹投掷科目的教官，你们好好跟他训练学习。如果有谁不服或者不服从他的命令的，军法处置。是。秦渊，准备考核了，紧张吗？还行吧。你小子，不管什么时候问你，你都说还行，总给人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最后又做出了历史成绩。你这种谦虚就是变相的装逼，懂不懂？这年头谦虚也犯法。讲一下考核规则：20分钟内，请按照部队内务卫生条例规则整理好你们的床单、被子、床底摆放的鞋子、作战背包、储物柜的军用物品等。整理好后，回到床位前站好，喊报告。明白？考核开始。报告。6分42秒，连1/3的时间都没有用到，就已经搞定了，而且这质量还这么高，早已经习以为常了。毫无意外，秦渊以全科成绩第1、总分第1的成绩拿到了新兵结训考核第1名，并且足足领先第2名50几分，断崖式的领先。首先，恭喜你们顺利的完成了新兵连3个月的训练。3个月的训练让你们从一个普通人成功转化成一名合格的军人、战士。今天将是你们正式成为一名合格军人的第1天。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这一天，保家卫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牢记使命，不负头顶的军徽和一身戎装。记住没有？记住了。现在我宣布新兵上衔仪式开始。
下面进行第2项内容，表彰。关于表彰奖励，我之前也跟你们说过，结训考核第1名记3等功1次，第2到10名记团嘉奖1次，第10到20名评为优秀新兵。关于你们自己在考核中的成绩，我想你们也清楚了，那咱就不废话了，直接开始。现在宣布新兵结训考核第1名，新兵2连秦渊，掌声有请。秦渊，你没让我们失望，你真的做到了。以后我会做得更好。我相信你，急啥？先站在这里，新兵表彰大会完了。现在来说第3件事，关于秦渊同志和我们团部李参谋在滨海市泥石流事故中冒着生命危险救出10几名受困群众的事迹。这2位同志不顾危险，毅然决然的一次又一次冲进事故地点，用双手抬车扒土，浑身是伤，甚至于在泥石流再次爆发都不忘用自己的身躯挡在受困群众面前。他们是英雄，是军人的骄傲，你们要以他们为荣，向他们学习。这就是战旗7连，这也是侦察7连。下面我宣布对他们在此次事故中的英雄表现的表彰，请李参谋上来。随着现场热烈的掌声响起，李参谋快速跑上来，与秦渊微笑点头会意后，2人笔直站在那里。经军区司令部决定，鉴于2人在此次泥石流事故中的英勇表现，给予李参谋记1等战功1次，另李参谋的军衔将从上尉破格提前升为少校，任团参谋部副参谋长。众人一脸震惊和羡慕，特别是连队军官和团里的军官们，而新兵们则在想，李参谋拿了1等战功，那秦渊呢？给予新兵2连秦渊同志记1等战功1次。下面的所有人并没有多少意外，毕竟前面有李参谋在先。一个1等战功，一个3等战功。秦渊，你是我们华夏部队历史以来以新兵身份拿到的，而且还是刚入伍3个月。本来按照荣获战功后的提拔标准，你是可以直接提干到至少中尉以上的，但你之前犯过错，组织这边要暂时停止对你的提干，看后期表现再决定了。是，有1等功就很好了，我不敢再奢求提干。好了，今天休息1天，不用训练，该玩玩，该唠嗑就唠嗑。明天就要分连队下连了，你们将会被平均分配到全团10几个连队。虽然还是在一个团里面，但部队训练任务中，以后想要见面相聚的时间可不会有多少。好好小告别一下，今晚全营聚餐，弄个烧烤篝火晚会，解散。烧烤篝火晚会前，3班新兵们围着班长吴振华，满脸不舍。班长，下连后我们会在同一个连队吗？班长，如果不在一个连队，我们可以去找你吗？你们不用担心，营地总共就这么大，想见面也不是很难，无非就是跑个3公里就来到了嘛。众新兵听到3公里都是笑了起来，情绪也缓和了不少。老秦，你就这么盼着跟我们分开吗？不是，怎么会？只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件开心的事。什么开心的事？我老婆生孩子。你老婆生孩子？你已经有老婆了？没有，我是昨晚梦到我已经结婚了，老婆给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班长，您是哪个连队的？我跟你们班副都是战旗7连的，战旗7连也可以叫做侦察7连，是我们团唯一的一个从红军时期走出来的英雄荣誉连队，更是唯一的一支侦察连队。战旗7连听起来很屌的样子，但为啥要叫战旗7连啊？你们在家看过抗战时期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吗？那在我军对敌人发起冲锋进攻的时候，是否有看到大部队中总会有1名战士负责扛着红色战旗，冲锋在最前列？班长，你是说那个扛着战旗冲锋的就是战旗连的？没错，那些扛着战旗带头冲锋的士兵也叫护骑兵，负责引导全团战士的进攻方向。可这也会让护骑兵成为最显眼的目标，也是敌人最想干掉的目标。秦渊，看来你对护骑兵也有些了解，来说说看。战旗是军人的信仰，更是鼓舞他们前进的动力。我的理解是，战旗不倒，冲锋不止。护骑兵的职责就是保证在任何的冲锋战斗中保持战旗不倒，并且一往无前的往前冲，冲在最前面。哪怕前方是枪林弹雨、刀山血海，他们都必须克服所有恐惧，不怕受伤，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直到将战旗插在敌人的核心阵地上，直到这场战斗胜利。而后面的战士会跟着战旗所在的方向发起猛烈进攻。那一张在硝烟战火中飘扬的红色战旗，就是他们的信仰，战旗不倒，信仰永存。秦渊，没想到你对护骑兵这个身份见解这么独到，说得很好，说的也完全正确。
看得出来，你们对护骑兵都很感兴趣。就像秦渊说的那样，一上战场，他们就会成为敌军的头号击毙目标。他们什么都不用管，只需要按照指令，扛着战旗，带着全团战士往前冲。你们绝对想象不到，我战旗七连在几十年的抗战中，有3000多名已经牺牲在战场的先驱前辈，只有20几名活到了抗战胜利。也是他们带着几千名牺牲的连队先驱前辈的意志，让我们战旗七连可以一直存在至今。这就是战旗七连，这就是护骑兵。班长，那我们有机会进入战旗七连吗？我有机会吗？可以啊，在新兵连3公里可以跑出10分半以内的成绩，都可以加入战旗七连。哪怕你其他科目一般般，如果体能不过关，哪怕你其他科目再优秀，也不行。10分半。当然，如果连他都进不了，那咱们全集团军的新兵都没有人有那个资格了。你们也不用垂头丧气。下连后，如果你们武装5公里能跑出18分以内的成绩，也是可以申请的。武装5公里18分钟。想要成为战旗连的兵，体能是必须要非常过关的，因为他们负责带头冲锋，不管是速度还是体力，都必须要远强于其他士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旗冲锋不止，才能保证敌人的子弹不会轻易打中你。那为什么又叫做侦察七连？在如今这个年代，大规模的冲锋战斗机会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更多的是信息战、海战、空战。真到了陆军大部队冲锋的情况，那就证明已经是世界第3次大战，且所有高精尖的武器装备都已经打没，回到抗战时期那种相对落后的打法了。但发生概率低，不代表不会发生，还是需要防患于未然。所以在保存战旗冲锋意志的同时，我们也得开展其他方式的训练和战斗模式，这才有了侦察七连。现在的战旗七连不仅传承着先驱前辈的冲锋意志，还要拥有顽强的战斗实力。他们能冲锋，能战斗，这就是战旗七连，这也是侦察七连。午休时间，秦渊躺在床上，心中盘算着系统奖励的功勋值。要不再抽一次奖？算了，还是攒到10万开终极抽奖吧。下午和晚上是篝火晚会，新兵们自由活动，收拾行李，准备明天下连队。第二天早上，全新兵在综合训练场上集合。下面念到名字的新兵出列，按照我念出的连队，站在对应士官后面。听明白了吗？明白。尚未开始念名字，新兵们依次出列。周华5连，韩林6连。随着新兵们站定，各连队后逐渐站满了人。分配结束后，众人发现唯独7连士官后只有1人。到了2连3班，刘小胖被分配到9连，其他新兵也各自分配。秦渊，众人好奇秦渊的分配。7连，秦渊跑到7连位置，加上他，7连也只有2个新兵。分配结束，7连仅有9名新兵，而其他连队都有40左右。新兵们意识到7连可能是团里的尖刀连，希望你们下到连队后能保持新兵连期间的严谨和努力。各连队班长将人带走。是。新兵班的班长、副班长带着新兵离开。秦渊等人跟着跑步来到3营，面前是7连的营房，比其他连队更加气派。这就是荣誉连队的待遇吗？此时，朱成连长出现。怎么？很意外？咱们团就这么大，我是你们连长也不奇怪。你们应该知道，战旗7连跟其他连队不一样，战旗7连是荣誉连队，训练任务更重，跟不上训练强度，可能会被淘汰。当然不是直接赶出7连，可以选择去团后勤部或者申请调其他连队。因为我战旗7连从不要孬兵，连队的侦察兵都是全市的尖子兵，这里是强者待的地方。明白。此时，一批扛着原木的老兵跑步归来，他们是我们7连的老兵，刚扛着50斤的原木跑完10公里。新兵们震惊，秦渊也瞳孔一缩，这样的训练强度堪比特种部队。这是侦察连队还是特种部队啊？7连老兵列队后，新兵们惊讶地发现他们只有40多人，一个连队只有40多人。以后你们会熟悉的。1班到9班的班长出列，9名班长出列，包括2名中尉、3名少尉和4名士官。这个阵容放在其他连队，那都是排长或士官长级别的。朱成开始分配新兵。秦渊3班还是3班？秦渊跑到3班位置，欧林被分配到6班。秦渊进入班房，与吴振华相视而笑。班长，没想到你在7连还是3班长啊！你小子也不是在3班吗？吴振华只给秦渊一个空床位。秦渊开始整理床铺。7连对士兵要求高，所以在编人数不多，每年新兵一般不超过15个。那全连的义务兵不是只占1/3左右？对，7连士官和军官居多。吴振华离开后，几个老兵走进来，一脸疲惫，但看到秦渊后露出笑容。你就是新来的担子。各位老兵好，我叫秦渊。秦渊，我知道你。入伍3个月就救人，荣获个人1等功，又在新兵结训考核中拿到第1，荣获个人3等功。3班欢迎你。班副好。荣誉室内摆放着老照片、荣誉证书、战功勋章等，充满肃杀之气。立正，敬礼。 9名新兵快速立正，
向战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已毕。9人快速放下手。我叫吴一峰，是战旗7连的指导员，我代表战旗7连欢迎你们的加入。接下来的一个下午或晚上，将由我来带你们熟悉7连的荣誉历史。你们要好好听，好好学，更要记住我们7连无数先驱前辈，明白吗？是。9名新兵在吴一峰的带领下，开始深入了解7连的辉煌历史和荣誉。指导员带着9名新兵深入学习战旗7连的历史。这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荣誉，你们一定要铭记。9名新兵认真聆听，眼神逐渐变得坚定，定要将战旗7连的精神弘扬下去。回到班房，秦渊发现桌上放着一碗面条。吃吧，专门给你留的。谢谢班长。秦渊吃着面条，吴振华在一旁询问他的感想。今天学习完连史了，有什么感想？班长，我要成为护骑兵。班里的老兵们相互对视，笑了起来。既然你在上面学习过连史，那应该知道成为护骑兵的条件吧？知道，我还是想成为护骑兵。好，希望你能为此而坚持。我会的。老兵们分享护骑兵考核的难度和稀缺性。秦渊表示自己有3个月的准备时间。护骑兵考核每半年一次，现在已经4月，你还有3个月的时间准备。3个月够了。众人面面相觑，纷纷一笑，没有再说什么。昨天我们战旗7连迎来了9名新成员，你们9人昨天也学习了连史，都已经知道我们战旗7连存在的意义。朱成强调训练的高要求和成为护骑兵的困难。我也知道你们都想成为护骑兵，但成为护骑兵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希望在你们身上能让我看到希望。朱成提醒老兵和新兵的磨合，以及即将到来的军区年终大演习。还有1个多月，军区年终大演习就要开始了。我们战旗7连依然还是龙牙特种部队的头号针对目标。如果今年还是像去年一样被龙牙给包了饺子，看结束后我不剥了你们一层皮。是。朱成查看时间，安排训练任务。现在是早上7点45，各班区领取武器装备，5分钟后全员集合。早上新兵进行抗眩晕机械训练，老兵进行400米障碍跑加运动射击训练。是。全连武装好装备，前往3营综合训练场。班长，我们是侦察兵，为什么要训练抗眩晕啊？确切的说，我们是装甲侦察兵，也就是车载步兵。每个班配置1辆步兵战车，具备班级单位战士运输与战斗性能。原来我们还算是装甲兵啊！现在陆军部队大部分一线应急反应部队已经全面往机械化步兵部队转化。以前打仗靠双脚，现在要协同各类型装甲战车一起战斗。班长，即便我们是装甲侦察部队，这跟抗眩晕又有什么关系？就算没有坐过装甲车，但至少你们也在电视电脑上看到过吧？装甲车内部空间有限，几乎全部密封，异味很重，加上山路崎岖不平，装甲车晃动大，没有抗眩晕能力会很难受。哦，原来是这样。都到齐了吗？报告士官长，9名新兵全部到齐。我叫黄小辉，战旗7连2级军事长，你们也可以叫我士官长。接下来你们部分军事科目的训练由我来负责。士官长好。 9名新兵对黄小辉的兵龄和地位感到敬畏。咱们军事长是全团唯一一个2级军事长，兵龄是全团最长的。团长曾经都是咱们军事长带出来的兵。班长提及黄小辉的辉煌历史和地位。闭嘴！让你们过来是回顾我的历史的。不敢，不敢。你们9人都是在新兵连时成绩比较突出的，但在我这里，你们就跟小白一样，离成为一名合格的战旗7连的侦察兵还有很大的差距。我的任务就是将你们训练成为一名合格的侦察兵。今天的抗眩晕训练只是开始，我不看你们的成绩，只看态度。态度积极，够努力，拼命，成绩即便一般，我也能容忍。但如果消极训练，但凡我发现一次，就立即给我滚出7连。9名新兵与黄小辉士官长相互了解后，训练即将开始。士官长，要达到什么标准，这一关才算是过了，然后参与步战车协同训练。9班副到。是，看着我只演示一遍。看好，这是如何上2旋踢并进行旋转。2旋踢，一个可360度旋转的铁架，非常湿滑。9班副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开始了旋转。这太考验胆量了，我可不敢这么玩啊。你们刚开始训练时会绑住双手双脚，等熟悉后再放开。众新兵这才松了一口气。班长，这要转几圈啊？顺转10圈，倒转10圈，然后沿白线跑20米，左右不超出10公分。穿过白线后，趴在木板秋千上，跟随晃动，并在10秒内射击5发子弹。
至少命中30米外的靶子3发才算合格。众新兵闻言都傻眼了，这不仅是抗眩晕训练，还要考验射击能力。九班副完成旋转，迅速沿着白线奔跑，几乎没有偏离。他居然一点都没有眩晕感，太牛了，太厉害了！九班副牛逼！报告完成任务。都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在开始训练之前，有人想要先试一下吗？检测到宿主正在进行抗眩晕射击训练，系统发布新任务，主动申请尝试训练，要求完成5发子弹全部上靶。报告，我想试一下。秦渊，新兵连第一，且各科基本都是第一，不错，那就来吧。先站上去，我来给你固定。报告，士官长，我不想固定，我自己可以控制平衡。秦渊，你确定？这玩意很危险，断手断脚都是常有的事。班长，我确定，我知道怎么找平衡点，不会有事的。既然你有这个胆量，那我就成全你。开始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动，在场的人都紧张了起来，目光聚焦在秦渊身上。老秦不会掉下来吧？不知道啊，看得我紧张死了。这要是掉下来，可是会受伤的。快看，要360度的旋转了。秦渊像之前9班副那样，借助惯性加大幅度摆动，很快达到了360度的力度。秦渊加快了速度，技巧娴熟，完全不像新手。这老秦真是深藏不露啊，他真练过啊。这小子果真有2把刷子。反向旋转10圈后，秦渊快速控制停下，众人议论纷纷。他会晕吗？不知道啊，感觉不太会。秦渊眼神坚定，步伐稳健，沿着白线奔跑。这小子抗眩晕能力居然这么好。计时开始。秦渊连发射击，子弹纷纷上靶，3发上靶了，已经合格了。而且第2、第3枪，他居然敢用连发射击。射击完毕，恭喜宿主完成训练任务，奖励初级战术动作技能。激活该技能后，宿主可以大幅度提升各种战术动作，比如翻滚、跳跃、匍匐、攀爬，各种形式的巨抢、瞄准等等之类的。原来这技能是这个意思。我说过，我抗眩晕的能力还蛮好的。至于晃动射击，就是瞄准靶子，觉得差不多了就射击。这还不难。第一次在面对新兵时，感觉如此的无力和没自信。秦渊，如果将靶子移到100米处，其他条件不变，你能有把握打中目标吗？士官长，这可是护骑兵考核科目的标准啊，咱们全连都没几个能做到呢。我不敢打包票，但我想试试。众人紧张地注视着秦渊，期待他的表现。好，我就欣赏你的勇气。既然这样，过去准备吧。是。怎么样了？他现在要挑战100米处的射击，护骑兵考核标准。真没想到，这小子第一次训练就能打出士官班长的水平啊！只怕等会你要高看他了。22年了，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兵，多么希望能再出现一个护骑兵。一定会行的，老连长在天之灵也会看着我们，保佑我。清晨的训练场上，阳光初照，新兵们正紧张地进行着训练。秦渊，早上你不用待在这里了，去老兵那边找你班长，跟着练400米障碍吧。是，黄教官、连长，我去了。你们也加油，我在老兵那边等你们。新兵们心中暗自嘀咕，秦渊的实力，他们望尘莫及。报告，班长，我来了。秦渊，你怎么来了？秦渊，你不会是偷偷溜过来了吧？如果是的话，赶紧回去。要是让士官长知道的话，就是连长都保不住你。班副，您放心，是士官长和连长同意我过来跟着老兵一起训练的。你是说抗眩晕训练？你已经通过士官长的考核了？是的，我通过了考核。这么短的时间，你就通过考核了？是的，而且我打中的不是3枪，而是5枪全中。5枪全中。秦渊，你说的是真的？班长，我就算是敢骗您，也不敢骗士官长啊。好，真是给你班长我长脸了。秦渊，快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你们不需要训练了吗？要说也等休息或者带队回营房再说。是，班长。秦渊，了解这个吗？了解。新兵连的时候，咱们也没有训练过这个科目吧？电视上啊，各类军事论坛、电影、电视剧里面有很多关于400米障碍的训练视频呢。你不是要告诉我，入伍前你也训练过吧？那倒没有，不过我从小相对好动，喜欢攀爬各种障碍东西，我想我可以很快适应。你的适应能力我不怀疑，但咱们连对这个科目的训练考核跟其他连队不太一样，我们的要求是在过障碍的时候需要完成射击。射击，这也算是结合咱们战旗连的独有特性吧。过障碍的运动中会有敌人出现，需要战斗。原来如此，不着急训练，先看看，马上开始了。你看看老兵是怎么在过障碍的时候射击的。好，训练场上气氛逐渐紧张，
老兵们集合起来，准备开始训练考核。好了，今天的训练考核准备开始，老样子，成绩不合格者今天就不要休息了，给我在这里练吧。是，从1班开始吧。靶子这边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行，那就开始吧。随着命令的下达，老兵们开始了紧张刺激的400米障碍训练考核，而秦渊也即将迎来他新的挑战。在众人紧张准备之际，吴振华向秦渊详细讲解着400米障碍跑的规则和要求。400米一共10几个障碍物，中间会出现5个靶子，过程中会有5个射击点位。进入射击点位后，要在2秒钟内打中靶子，要求1分50秒内跑完，并且至少打中3次靶子。1分50秒，这要求不可谓不高。接着，我给你说一下每个障碍物的特点。老兵们开始了400米障碍跑的考核，场上气氛紧张激烈。400米障碍前100米是沙坑跑，消耗体力，后面是铁索浮桥，30米长，下去后是第一个射击点。空炮弹打中人头铁靶，发出清脆的声响。越往后，士兵的体力消耗就越大，射击瞄准就越发不稳。战旗7连的每一名战士都是尖兵的存在。后面的几组老兵虽然也有5枪全中且在规定时间内跑到终点的，但更多的都是只完成了3枪和4枪。等会你不要急，跟我一组。我跟连长说了，你是第一次，不用太特意成绩，先跟着熟悉战术动作再说。班长，不用这样的，我可以自己跑的。刚才我已经看清楚了，400米障碍没有系统的训练过，可不是那么容易过的，你可要认真对待。是，班长。随着士官裁判的一声令下，吴振华和秦渊冲了出去。下了索桥便是第一个射击点，记住要射击完才能出射击点。是，两人快速通过障碍物进入射击点。吴振华稳稳命中目标，秦渊也紧跟其后，同样命中。秦渊，你不用像其他老兵那样撑着身体后翻过去，开始先像我这样正常的翻过去，爬下去就行。班长，我可以像老兵们一样后翻过去。说完，秦渊一把抓住后面的隔网，腹部用力，脚下一蹬，整个身体猛然后翻。下一秒，秦渊顺利落到沙坑上，过程顺畅无比。不错，看来你没蒙我，你在家的确练过一些。在吴振华的带领下，秦渊每个障碍物都过得非常好，5发子弹也全部上靶。感觉如何？还行，不过班长，我现在也有点经验了，我想过去再试一次。可以，但等最后一组再跑吧。你现在刚跑完，需要时间缓冲一下。是，秦渊的第2次挑战即将开始，他能否再次创造惊喜？让我们拭目以待。秦渊回到起点，几个其他班的老兵好奇地围上来。秦渊跑了多长时间？2分54秒。不错，毕竟是第一次跑，这个成绩也不算太差。后面努力一点，迟早能像我们一样跑进2分钟以内的。跑完了不是在终点休息的吗？你怎么跑回起点来了？我打算再跑一次。秦渊，你着急什么？第一次跑这样真的不错了。没事的，我感觉还能跑。很快，一组又一组的老兵上去，起点处只剩下秦渊和一个5年老兵。怎么样，新兵蛋子准备好了吗？好了，那咱们来比一比。好啊，既然是比，老兵你可不要放水啊。我倒是敢放水才行啊。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预备开始。两人如同猎豹般冲了出去，很快冲上了铁索浮桥，启动战术动作技能。秦渊在浮桥上如履平地，身体极为平衡。这小子重心够稳啊！这小子在搞什么东西？这个要是一个不稳，就会失去平衡。两人几乎同时到达射击点内，瞄准，射击，稳稳命中目标。这小子怎么做到这么稳的？秦渊的射击时间比其他老兵都要快，两人朝着第2个射击点冲击而去。第2个射击点就在高网下面。秦渊果断使用战术动作技能里的招式，秦渊像拉绳一样，双手相互交错向上，硬生生将自己拉了上去。这小子不要命了吗？换作是我们这些老兵，根本做不到。一跃而起，从顶柱上面跳跃过去。秦渊快速落地，身体微微前倾，双脚触碰到沙坑后，借助惯性往前翻滚，快速进入射击圈，开枪射击，稳稳命中。秦渊来到了悬浮单杠障碍，在距离障碍还有5米时，开始快速冲刺。秦渊双手抓住第3根单杠，借助惯性，下半身快速往前甩起，双脚掌被勾住第6根单杠，放开双手，身体自由落下，猛地一挺腰，身体往上甩起，伸出双手抓住第9根单杠，稳稳落在终点处。这只有在电影或杂技团才会发生的一幕，展现在了所有人眼。我操！这小子第2次跑1分38秒，1分38秒啊！你天啊！全连又不是没有人跑出这样的成绩，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而已。这一部分人，每一个至少都是5年以上老兵才能做到的，3年以下老兵都没有一个跑进过1分45秒。而秦渊这个新兵蛋子，第1天参加训练就能跑进1分40秒。这小变态太能跑了，差点让我完不成任务。七班副，你们又不在一个跑道上，即使人家都在你前面，咋就害到你了？这小子刚才过障碍是怎么过的？你们又不是没看到。
好小子，真是给你班长我长脸了啊！就刚才你过高网的时候，真把我们这些老兵吓了一跳。秦渊，你过悬浮单杠翻空那几招，回头教教我们，太酷毙了。可以啊，只要你们想学，我可以教。秦渊可真是让我大饱眼福啊！回头你来给他们当教官，把你过障碍的学都教一下他们。是。丁，恭喜宿主完成隐藏训练任务，在1分40秒内完成7连400米障碍跑，奖励初级特种狙击技能。激活该技能后，宿主可拥有高级狙击技术。1200米范围内，只要宿主距枪够稳，对狙击枪有足够的熟悉了解，就能做到100%命中目标。试问谁不想成为一个1000米之外一枪取敌人首级的神枪手？要找机会，赶紧了解狙击射击，好将技能吃透融合才行。让那些跑不进1分50秒的老兵去加训。报告班长，我想去跟着训练，可以吗？不是，秦渊，你都跑出1分38秒的成绩了，这个成绩足可以排进全连前10，你还去练什么鬼？这个成绩或许是还不错，但对我来说还不够。护骑兵的考核标准是1分33秒以内，我现在还差5秒钟呢，我还得继续加强体质上的淬炼以及过障碍的技巧训练，不然这5秒钟的差距，3个月内我很难做到。看看你们，再看看人家秦渊，你们只想着合格就行，可人家秦渊是在挑战极限，朝着护骑兵冲锋。秦渊，你去练吧，以后只要不是集体训练时间，你想怎么训练都行，只需要跟你班长请示一下，告诉他具体位置就好。3班长到，秦渊这边你要配合好，当然了，也要多注意他的身体状况，让他注意劳逸结合，不能太过度。是。秦渊，从目前来看，你是最有希望成为目前我们战旗7连的护骑兵的，我相信你，也希望你能保持这份热血和激情，不要轻易放弃。是。兄弟们，作为老兵的我们，难道还真能让新兵比下去不成？咱们也去训练，让咱们连的新兵同志看看我们老兵的风采。好，走起，干就完了。希望秦渊能圆了我们这一批老兵的梦吧。在退伍之前，如果能看到咱们连能出一个护骑兵，也算是没有遗憾了。秦渊到，早上你在400米障碍中的射击表现不错，比较标准且具备高效的实战性。谢谢连长夸奖。今天下午我们要在这里训练100米运动速射，让我看看你的水平如何。连长，这个100米运动速射我还没训练过。不急，老兵先上，你们这批新兵最后上。400米障碍跑，你第一次跑，不也跑出了好成绩？这100米速射，我相信你也能行。是，我会努力的。100米运动速射就是向前运动100米，一共10发子弹，每运动10米便会出现一个人头铁靶，靶子隐藏在障碍物后面，无规律冒出且晃动，到达射击点后，30米外的靶子会立即弹出，你必须在2秒钟内将其打中。好家伙，要求这么高！全团最优秀的尖子兵都在我们7连，标准自然高。老秦，你感觉如何？做不到像老兵这样。终于有你不太行的科目了。我是这个意思。都看到了吧？这就是我们战旗7连老兵的实力，你们有信心超过他们吗？有。吹牛，还没学会走就想跑了，有谁愿意上来先试试吗？报告连长，我来吧。好，还有谁？报告连长，我来。不错，你们2小子没给我这个新兵连长丢脸。射击规则都清楚了吧？清楚了。好，那就去准备吧。3分钟后开始。秦渊，咱们可不能给新兵丢脸啊！那是当然的，咱们用实力狠狠打一下这群傲气老兵的脸。好，打他们的脸。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预备，开始。第一射击点是射击圈，欧林放慢了速度，以便进入最佳射击状态，但秦渊依然保持着冲刺状态。秦渊比欧林快1秒进入射击圈，他立即端起枪射击，然后迅速踏出射击圈。这么快的速度，能刹得住吗？特么，这样也能打中？好稳的枪法，这小子有机会达到护骑兵考核标准。秦渊冲到高木板后，一脚顶住木板，上半身歪出瞄准射击。秦渊打了6枪后，已领先欧林近30米，3枪的差距。3班列兵秦渊完成100米运动速射，10发子弹全部命中目标，时间35秒。恭喜你，这个科目你已经达到了护骑兵的考核标准。我会巩固，保持住的。欧林，成绩51秒，不合格。好你个秦渊，你又骗我！你不是说做不到像老兵那样吗？是做不到啊，我即便是放水，随便打，也能轻松打进40秒。
你让我打40秒以上，跟大部分老兵一样的成绩，这个的确有点难。我也不能故意放水，太明显不是？什么叫做随便跑跑就有我们的成绩啊？能不能不要说出来啊？我们这些老兵不要面子的吗？这小子真是个天才，哎，压力山大啊！新兵们别愁眉苦脸的，今天只是基础训练，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体能训练，跑山路5公里。还好只是5公里，每人扛着40斤原木，跑完这5公里。什么？因为我们是战旗7连，我们的肩上要扛战旗，这40斤是你们责任的重量。连长，我先来，太累了，这还是个上坡，这家伙不能让他落下太多。怎么刚跑3公里就被压趴下了？秦渊，他竟然还能加速，这小子真不简单。秦渊他还是人吗？怎么就这么强？秦渊的爆发力真是让人刮目相看。你的肩膀赶紧处理一下。开门口，后面结巴，啤酒后了。新兵们，你们对自己满意吗？我是挺开了眼的。明天开始，每跑进20分钟的，早起1个小时训练。是。秦渊，你跑步的时候没想过原木会磨损肩膀？报告，从来没想过，因为我只想着完成目标。很好，保持好这种心态。秦渊，你步枪打得很好，很有当狙击手的潜质，要不要试试狙击射击？当然要试试，谁能拒绝成为狙击手的诱惑啊？行，基班副到。你带秦渊去试试狙击射击，看看他的潜力如何，能不能培养成狙击手。是，你跟着7班副去吧，他们那边有专门的狙击场地。秦渊，你对狙击射击有了解过吗？入伍前，我看过一些狙击方面的电影和资料，算是了解过一些吧。没想到你对狙击这么有兴趣，那你会计算弹道吗？会一些。来，坐下说吧。这把85狙击步枪，精准度和性能都是一流的。秦渊，你来说说看。这个距离应该怎么调整参数？你的数学、物理知识很好啊，很少有人能这么快就掌握。我高中时对这些就感兴趣。班副，不如让我打2枪试试。好，那就试试。你先自己观察环境因素，计算出调整参数。把好把好，3号把位，冒把。把好收到，报告3号300米靶子，上靶完毕。居然打中了，秦渊，再打5枪。是。报告，3号把位，300米靶子，命中5发，完毕。我这300米算是过关了吧？过了吧？那我想试试800米，可以吗？好，可以。报告，3号把位，800米靶子，命中4发，完毕。第一枪我可能是不太熟悉这个距离，脱靶了。再来一次的话，应该是可以全部命中的。那啥，7班副，我能再试一次吗？你不用问我，以后你就是狙击组的老大，我不配。咦，班副呢？在后面抽烟呢。把好把好，麻烦帮我准备一下1200米的靶子。你刚才说多少米？1200？是不允许打这么远吗？可我看这靶场的1200米处也有靶壕呢。谁跟你说不能打了？我的意思是1200米，超出有效射程400米，你要打这个距离。是的，我想试试。在我看来，1000米和1200米相差也不是很大。报告，3号把位，1200米靶子已经立好，可以射击。报告，3号靶，1200米靶子没上靶，完毕。秦渊啊，你也不要灰心失望，你这1200米已经超出狙击枪有效射程400米了，打不中也很正常。这400米的距离计算起来可不容易。秦渊，老兵们说的没错。虽然你的狙击天赋在我们之上，但经验还不足。1200米真的超出有效射程太多了。没关系，我再试几次吧。刚才拿枪虽然脱靶了，但我也找到了一点窍门，想再试几次，希望班副允许。你啊，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随你吧。教的怎么样了？您小子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给我惊喜啊！行，你继续打你的1200米，我倒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领悟到了狙击窍门？是，谢谢连长。靶子设置好后，秦渊再次瞄准。报告，射击完毕。你打这么快，还这么有自信打中？中没中，让报靶员将成绩报过来就知道了。报告，3号把位，1200米靶子，命中5发，完毕。大哥，这可是1200米啊，你以为是120米啊？求求你当个人吧。只可惜这靶场最长也只有1200米了。如果能再长一些，或许我还能再试试更远的。这个的确是没法再长了，1200米的距离都算是比较远的了。那既然远不了，能不能弄成运动的？这个也不是不可以，但也需要向团里申报。即便申报下来，
也需要一段时间来布置。那我还是有个法子，在1200米处树立一个高一点的钉子木桩，上面挂上瓶子，安排一个把号人员，让瓶子摆。3天后就是军区大演习，这3天时间，各班按照之前讨论的战术，好好讨论学习好，每个人都必须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来学习，让他们看看特种部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告诉我有没有信心？有。很好，希望你们不要让我失望。解散。是。班长，以前每2、3年就有一次军区大演习，甚至跨军区演习，难道我们连都没有跟特种部队交手过吗？你以为特种部队是什么单位？是你想碰到就碰到的，所以即便他们参加，人数也会有限制。这次演习，他们一个中队对付我们猛虎团。一个中队那才多少人？5、60，对付我们3000人。当然还有他们的红军常规部队，但导演部没细说，只是因为龙牙是特殊兵种，规则上才特别说明。龙牙也太看不起我们了，这次演习定要让他们瞧瞧我们战旗7连的实力。班长，那您知道咱们军区的这个特种部队的大概情况吗？常规部队哪会了解他们这种神秘兵种？不过龙牙里有些特种兵是从我们7连出去的。咱们7连的人，难道像电视里那样，特种部队真从常规部队招人？特种部队每隔1、2年就会选拔，通过演习、比武等方式挑选尖兵，然后找到尖兵所在部队，下达招兵通知。因为是特殊兵种，团里不能拒绝，但个人可以选择。咱们当兵的，谁能拒绝成为特种兵的诱惑？7年前、4年前、3年前，龙牙都从7连带走了3人。10几年前，还有一批7连老兵进了龙牙，其中一个还是护骑兵，他们偶尔会回来看望老战友，但不能透露龙牙的情况。班长，那这次演习，我们会不会遇到以前的老兵？谁知道呢？龙牙1000多人，只有一个中队参加，碰到的几率太低了。行了，特种部队先不聊，现在说班连战术，每个班形成战斗小队，按训练模式发挥，但有一个人例外，秦渊。连队决定你单兵战斗，不参与班连战术。我单兵战斗？班长，啥叫单兵战斗？这在以前我们训练的战斗模式中都没有过啊。让秦渊一个人战斗，是因为他各个军事科目都极为优秀。这1个月训练下来，你们也看到了，不管是体能、射击，还是侦察、反侦察、伪装、隐藏等等各方面的能力，他都是全连第一的存在。班长，你先不要说话。连长这么安排，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龙牙的实力我们摸不清楚，但可预知的是，绝对比我们想象中的厉害得多。说实话，我们7连不知道能不能扛住，一旦扛不住，以秦渊的能力，至少还可以逃出去，这样我们7连也不至于全军覆没。你目前的实力不比任何一名特种兵差，即便他们围堵过来，你未必不能逃出去。秦渊，连队不给你任务，只需要你能尽可能的活着。咱们7连哪怕是战争时期都没有出现过全军覆没的败仗，到了如今这个时期更是不能出现。我们不能让先驱前辈们失望。是，班长放心，我一定铭记于心，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再尽可能的去重创敌人。好。吴振华与其他老兵继续讨论战术，秦渊则独自坐在一旁查看起自己的系统。体质涨了30个点，功勋值居然也涨了1万多，达到10万了。这1个月下来，每天都会搞一次体能极限训练，平均每天也涨了1个点，功勋值倒是意外之喜。系统打开终极抽奖系统吧，我倒要看看终极抽奖系统里面跟初级的比，物品和技能上有什么大的区别。收到，正在为宿主打开终极抽奖系统。终极抽奖系统已经打开，宿主可以通过消耗功勋值点数来启动抽奖，每抽一次需消耗1万功勋值点数。请问宿主是一次抽，还是2连抽、5连抽、10连抽？系统给我来个10连抽，与其一个个的浪费，还不如一口气全部搞定，这样抽中成功率才能更高。收到，正在为宿主进行10连抽，抽奖完成。请问宿主是否领取，或者一键领取，同时展示抽中的奖品？一键领取，并且只给我展示抽中的就行，没中的就不要跳出来烦我了。收到，恭喜宿主抽中蜘蛛技能，激活后可让宿主在任何环境中遇到危险时汗毛立起，提醒宿主做出相应的应战或躲避措施，同时也具备蜘蛛的攀爬技能。这终极抽奖系统的奖品的确够牛逼啊！恭喜宿主抽中黑客技能，激活后宿主可拥有世界超顶尖的黑客技术。很好，现在连电子信息也可以来了。恭喜宿主抽中陆地装备驾驶技能，激活后凡是能在陆地能跑的装备，如坦克、装甲车、战车、汽车等等，都拥有超强的驾驶能力。这个好像现在暂时用不到啊，不过后面也能用到。没了。没了。好吧，能抽中这3个也勉强能接受了。好的，
秦渊，现在开始，你带够你今天的单兵粮食，就不需要跟着我们一起了，自己找好定位。我这边也给不了你什么建议。你现在的心境比我们这些老兵都差不了多少，我相信你心里会有分寸。是，班长。检测到宿主正在参加军区大演习，系统发布演习任务。这个任务极为艰难啊！系统，你可真的看得起我啊！不过任务下来了，不管如何，我都打算试一下。每个小队的任务已经给你们下达，现在我再重申一遍：第7、第8小队负责站旗连，能俘虏的就不要干掉。由韩中队负责带队过去，记住，一个也不能留。老排长，咱们真的要这么对七连？怎么不忍心？那是我们的老连队。参谋长，您也是从七连出来的，应该知道。我在七连当了3年连长，也曾经是七连的护骑兵。要说对七连的感情，我不比你这个曾经七连的排长少。你都不忍心，你认为我会忍心吗？那这是为什么？我们完全可以将其打败就行，没必要全部干掉吧？那也总好过让七连永远站在前辈的荣誉上苟延残喘的好。我问你，你离开七连多久了？也有10年了，8年了，没有再诞生过护骑兵。你说再这样下去，七连还配拥有战旗2个字吗？所以您是想通过这次演习彻底打击一下他们，让他们能够知耻后勇？我们能做的也只能这样了。行吧，就按照您的意思来。这次过去会遇到不少老战友，希望他们能理解我们的苦衷吧。也要借这个机会多打磨一下他们，顺便看看是否有更好的苗子。好，我会注意。老战友，别来！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龙牙特种部队如猛虎下山，对猛虎团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目标锁定，猛虎团7连，行动开始。龙牙来了，他们无处不在，保持阵型，不要慌。记住，我们是战旗7连。妈的，这些龙牙特种兵简直太恐怖了。班长，这些特种兵都是幽灵吗？我们终究还是小看了这些特种兵。班长，大不了等天亮后，我就冲出去跟他们拼了。你说的这个也是我们最后要做的，希望秦渊能够撑住吧。还能怎么看？之前讨论的作战方案，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能用了。没想到龙牙咬着我们这么紧。现在全连只剩下不到30人，而且龙牙的侦察技术和装备都这么高，我们一旦跑出去就会被他们发现。秦渊啊，秦渊，你小子可得给我撑住了！这龙牙特种部队果然名不虚传啊！连长、班长，你们先多撑一会儿，我这就去打乱他们的计划。以我的鹰眼技能和蜘蛛危险感应，龙牙这边很难发现自己。陆航大队吗？前世也是陆航兵出身的我。秦渊来到了陆航大队的外围，眼前是一片平坦的空地，武装直升机整齐排列，一场惊心动魄的潜入行动即将展开。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陆航中队居然也标配了一架无人直升机，指挥部周围只有2个哨兵，2分钟的时间足够我行动了。秦渊悄然摸镜，格斗技能瞬间激活，一场无声的战斗即将爆发。你们已经死了，请遵守演习规定，否则你们自己知道惩罚后果。你居然能够破解我们的无人直升机命令指令！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懂信息技术。无人直升机突然启动，灯光闪烁，一场突如其来的攻击即将展开。A.E. 无人直升机怎么亮了？有任务吗？完了！秦渊以一己之力成功打乱了龙牙特种部队的部署，也为7连争取了一线生机。这场战斗注定将成为传奇。怎么回事？蓝军的武装直升机什么时候进入我们的领地的？不可能啊！我们的防空系统都是好的。好的还愣着干嘛？给我打下来再说。是。报告显示，我们打落的是我方红军的第3路航中队的无人直升机。我方，快给我联系第3路航中队指挥官，另外赶紧统计伤亡情况。是。报告，陆航中队那边联系不上，他们的信号已经消失。信号消失意味着他们已经被淘汰出局。这么说，是有蓝军的人先袭击了他们陆航中队，抢走了他们的无人直升机。团长，伤亡情况出来了。说，这一场袭击，我们损失了8辆装甲战车，5辆运输车，人员这边有200多人淘汰。混蛋！演习这才开始半天，我们都还没有动手呢，就损失了将近1个营的战斗力，而且现在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立即给我加强方圆3公里内的侦察和防御，看看是否有蓝军的人靠近。是。立即向师部汇报情况，请求调查清楚袭击情况。是。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另一个装甲部队失去70%的战斗力，奖励猫头鹰伪装技能。
猫头鹰是天生的伪装高手，可以在任何环境中快速找到最佳的伪装地点，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融合之后，宿主可以在任何地形和环境中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几乎很难被敌人用肉眼发现。这技能只能够协助宿主躲开敌人的肉眼侦查，并不能躲开敌人的热成像、雷达等高精尖装备的侦查。真是需要什么来什么啊！既然这样，那就不好意思了。是三班长，他也被抓到了。完了，咱们7连全军覆没了。什么全军覆没？你没看到秦渊那小子还没回来吗？对啊，秦渊这小子这么能跑，特种兵都未必能追上，至少还活着一人，否则演习结束后，咱们真的没脸见荣誉室的先烈前辈们了。老兵，韩非，咱们有几年没见了，你小子去了龙牙后变强壮了啊！我说你小子怎么说？你也是从我们7连出去的，你就这样回馈老连队？老兵，你知道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何况演习就是战争，总不能让我们故意放水吧？少跟我扯你们特种部队那一套。怎么离开7连了，就不承认自己曾经7连的一员了？老兵，你不要这么说，一天是7连人，永远是7连人，我不会忘记我在7连的日子。行了，跟你开玩笑的，那么认真的干嘛？吓死我了你！你知道的，在7连的时候，我最怕你骂我了。你现在都不在7连了，又不再是我的兵，还怕什么？老兵，你永远是我的老兵，不管我现在是什么职位，在哪个部队，你永远是我的老兵。有你这话，我心里舒服多了。三班长跟那龙牙中校认识？当然认识了。这龙牙中校曾经也是我们7连的兵，他进7连的时候，三班长已经是2年老兵。咱们7连出去的，那还把我们打得这么惨，叛徒。老兵，说实话，其实将咱们7连的兄弟抓回来，我也很难受。如果可以，我也想放水，至少也不能让7连全军覆没，不是？但很抱歉，我必须奉命行事。奉命行事？等演习结束，你们就知道了。反正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将7连的所有兄弟干掉或者抓住，所以很抱歉，老兵，我也是没办法。如果给7连带来了伤害，我也只能说抱歉。但有时候这样也未必对7连没有好处。让我们7连全军覆没还有好处？韩非，什么时候你说话也这般圆滑了？不过想要让我们7连全军覆没，只怕你们龙牙也未必能做到。报告，7连人数这边统计出来了，淘汰31人，俘虏27、58，还有1人。是的，可以啊，7连出现一个好苗子了，连老兵你都被我们抓了，居然还有漏网之鱼。韩非，我向你保证，他一定会以你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出现。好啊，那我等着，通知各个小队全面搜索，一定要将那漏网之鱼给我逮回来。是，韩中队参谋长让您带着7连的吴振华士官长黄小辉去见他。好，走，参谋长要见你们。参谋长，我们认识，等会你就知道了。老兵，说实话，其实将咱们7连的兄弟抓回来，我也很难受。如果可以，我也想放水，至少也不能让7连全军覆没，不是？但很抱歉，我必须奉命行事。有能耐就不要被抓进来，被抓进来就不要在这里嘴硬。小韩，不错，你没让我失望。老班长，很抱歉，我不用说抱歉，你只是做了你该做的事罢了。那老东西不是找我喝茶吗？正好我也渴了。老黄，咱们2兄弟终于见面了，不是要找我喝茶吗？茶呢？老排长，不是我还是谁？怎么？没想到这次是我带着龙牙来对付7连吧？是真没想到。小吴，你带出来一个好兵啊！我也没想到7连居然也出现了一个能堪比我们龙牙特种兵的新兵，我很欣慰。老排长，您什么意思？这个新兵是你的兵吧？秦渊这小子没给我们7连丢脸，太棒了。我们7连没输。是啊，秦渊那小子真给咱们长脸。你们说是那个新兵，一人之力？对，就是他。老兵，老班长，你们赌对了，但这个新兵太强了。韩非，你带人去，务必抓回来。是。老黄，你是不是也在等着孩子成长？你离开7连太久，忘了护骑兵的意义了吧？我没忘，我也是7连的护骑兵，但你没担起使命。我承认这是我的错。黄小辉坚持留在7连，为了培养新的护骑兵。给我搜，绝地3尺也要找出来。龙牙特种部队介入，准备协助抓捕秦渊。韩非带领的特种小队在直升机上讨论着秦渊。韩中队，7连真有这么厉害的新兵？你们忘了，我和参谋长都是从7连出来的。
这个新兵可能是下一个护骑兵。秦渊发现了装甲团的指挥部，准备发动突袭。伪装技能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嘘，安静！秦渊不仅避开了搜捕，还悄悄潜入了装甲团的营地。秦渊利用技能悄悄进入了一辆坦克，是时候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了。是敌人抢了我们的坦克。秦渊驾驶坦克直冲向指挥部，一场惊心动魄的夜袭即将上演。怎么回事？不好，手雷！我自己这是被淘汰，是你居然能从包围圈里再逃出来！演习炮弹直击目标，一辆坦克被淘汰。快上装甲坦克！这家伙太牛了吧！开坦克漂移，这家伙是特种兵吧？枪法这么准，我去，什么时候装甲兵也这么厉害了？不要追了，再追下去，我们一个都活不了。咱们跟着他跑的痕迹追过去，不要靠太近，赶紧通知团里报告我们的位置。是，不会吧？那小子把他们指挥所给端了。是啊，韩队，你看这烟。我是负责带人去围困秦渊的，没想到现在情况如何？团长和几个团参谋都被他干掉了，还损失了半个营的装备。把位置发给我，你们撤回来，剩下的交给我们。好，也只能这样。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这小子不是普通的侦察兵，不要阴沟里翻船了。是，2人一组，给我扩大范围，找寻他的踪迹。一旦发现，不用打报告，直接开枪。是，韩中队，你们最好来看一下。怎么了？有线索？您自己看吧。混蛋，这小子是在向我们龙牙宣战，赤裸裸的挑衅。不要让我遇到这小子，否则非要让他好看。这小子居然还在龙头上拉尿。给我往外围搜索，立即通知总部调来红外线热成像反侦察装备。是，怎么这么快就抓住那个侦察新兵了？抓住个屁！那小子不知道跑哪里去了。韩中队让我们开5支过去，空中协助搜索。你们20几人都找不到一个新兵，那小子太能跑，太能藏了。妈的，能找到他，非要好好揍一顿他不可。各位老兵，你们被淘汰了，请自觉下来吧。你就是那个战旗7连的新兵？不是，你什么时候在这里的？你是一路跟着我们过来的？不然我怎么找得到你们的直升机？要干嘛？你要开我的5支？你会开？入伍前，我喜欢玩空军各种游戏，开过。不行，想都别想，你现实中开都没开过，你居然也想开？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样我不开也行，你来当我的驾驶员，我坐副驾，负责侦察和攻击。不然你就让开，按照演习规则，你无权拦我。你要开去哪？有着空中雄鹰武器在，我当然要去把你们这3个小队给干掉。你们特种兵再强，还能强得过武装直升？演习进入白热化阶段，秦渊的大胆计划即将展开。好吧，我帮你开这架5支。多谢了，先飞到韩飞他们的区域，加快速度，不能让那小子逃了。是，队长。这5支怎么来了？先打左边的，调转方位。好吧。拜拜喽！高式机关枪如流星雨般倾泻而下，龙牙特种兵猝不及防。我操，这怎么回事？我们的5支开枪打我们。跑，分散躲避。到底是谁？不会是那7连新兵吧？这辈子我都没想到我会开着5支干掉我龙牙的战友。我说我干掉你的战友，你怎么反而开心呢？独孤求败嘛，从龙牙成立以来就没战败过，当然高兴了。那好，让你高兴到底，你加快点速度，我来搞定剩下的。收到。想要打掉5支，那要看我给不给你机会。狙击手准备，其他人吸引火力。这次我一定要。我日，这小子的枪法居然这么牛！秦渊干掉龙牙狙击手后，继续瞄准其他特种兵，继续瞄准。这小子太狡猾了，隐藏，快隐藏！2个回合下来，韩非10人只剩下4人，差不多了，走吧。不打了，留着他们，我有用。恭喜宿主完成第2个任务，奖励初级格斗技能升级为中级。中队长跑了，怎么办？立即联系指挥部，通知导弹防空部队。秦渊指挥驾驶员朝装甲部队而去，装甲部队正在整理阵型。哪来的武装直升机？是龙牙特种部队的那架。报告，龙牙特种部队说他们的3个特战小队被干掉大半，武装直升机被抢走。什么？装甲战车被导弹击中，冒起淘汰烟雾。我操你大爷！中校和一众指挥官瘫坐在地上，一脸绝望。我们装甲团是挖了你家祖坟，还是有人抢走了你老婆啊？你要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带找我们撸羊毛？爽！现在是要去哪？当然是逃命了，你找个平地降落吧。不继续开5支去战斗了。这架5支已经被抢走，肯定被通知各个红军部队了。你停下来，降低一点，老兵。谢了，有机会请你喝酒。好，我等你。这小子还真是够狡猾啊！老大，现在该怎么办？人做5支跑掉了，不知道在哪，怎么追？难道就这么认输回去了？不然你去将人找出来。等的就是你们。秦渊故意留下活口，为了跟踪他们，找到龙牙指挥部。现在知道我们这个新兵的厉害了吧？
说实话，之前你告诉我他能做到，我都不会信。参谋长，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处分少不了，等演习结束再说。你先跟我说说是怎么被秦渊打得七零八落的。希望我猜测的没错吧？秦渊的目的是找到红军司令部，完成斩首任务。终于要离开了。这个部队负责侦察和补给，现已完成任务，准备折返回红军总指挥部附近驻扎。所有人听好了，纪律规则都清楚了吧？出发。就是现在，秦渊利用汽车连集合的机会，成功潜入其中一辆卡车下。军士长，秦渊接下来会做什么？我相信这小子一定会再次以聋哑想象不到的方式出现的。快下车，将俘虏带去战俘营。车队到达目的地，秦渊准备行动。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聋哑应该从这个岔路口离开了。红军总指挥部应该不远了。是眼花了吗？秦渊遭遇红军狙击手，危机四伏，看来没被发现。秦渊凭借敏锐的直觉和伪装技能，成功化险为夷。红军指挥部，我一定能找到你。秦渊身负斩首任务，悄然接近红军指挥部。好位置，差点就被发现了。在这里安排狙击手，显然后面应该就是红军指挥部了。秦渊继续观察，发现周围布满了暗哨和摄像头。系统啊系统，你给我的这个斩首任务还真是看得起我啊！就这样的防御，又只有我一人，怎么进到里面将红军指挥官斩首啊？算了，先摸进去看看吧。秦渊施展鹰眼技能和战术动作技能，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果然在这里，秦渊眼前是一片空地，驻扎着红军的指挥部，防守严密。这样的位置，谁来谁死啊？徐旅长，你们龙牙这边是否已经安排好安保了？安排好了，在前线的也都回来了，我们的安保强度加强了不少。我还能信得过你们龙牙吗？给你们几十个人去收拾一个装甲团，直接折损了30几人，还让一个新兵在你们眼皮底下干掉我一个陆航中队，一个装甲机械团，最后还让人家干掉你们近20人，你们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特种兵？就这么不禁打？那个蓝军的新兵信息查清楚没有？查清楚了，是81师的战旗7连的新兵，叫秦渊。秦渊几个月前在滨海市不是发生了一起泥石流事故吗？当时参与救援的2个军人中，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秦渊。是我去的，真的是那小子，他有这么好的身手。这秦渊是战旗7连的新兵，目前我们都干掉和抓捕完战旗7连的兵了，就剩下这个秦渊，不会错的。是真没想到，这孩子居然有这么好的底子。这才回到部队多久啊？战斗力居然已经在你们龙牙的特种兵之上了。不管他是谁，还是要防着点。说不定等会他能溜进我司令部来，将我的脑袋给斩首了呢。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做好安保工作，就是一只蚊子别想飞进来。随着红军司令的警告，指挥部内的气氛更加紧张。而此刻，秦渊正潜伏在外部，寻找着突破的机会。一场惊心动魄的斩首行动即将展开。老徐，你仔细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秦渊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这样，他不仅个人战斗力强悍，还智勇双全。这个秦渊真是天生当兵的好料啊！防止再出现类似情况，通知各部队未经允许，任何空中、地面装备经过直接开火。是。徐海，你滚出去，做好安保工作。是。几点了？晚上10点一刻。首长，要不您先休息？我哪里睡得着？今晚通宵研究战术方案。你们2个真是给我龙牙争脸，被一个新兵打得落荒而逃。接下来的2天，给我守好这里，尤其是防着那个新兵秦渊。韩中队他们抓到那个7连新兵没有？难说，那小子伪装太强了。你们是在讨论我吗？是你小子，你还没跑，在物质上一枪打掉我的也是你，不然还能是谁？你回来干什么？好态你们还不够，还想鞭尸？如果你们不配合，我还真可能会鞭尸。配合什么？我需要你们的所有手雷、烟雾弹、定时炸弹、炸药包，还有一把狙击枪。你要去袭击红军指挥部，很难找吗？感谢各位老兵的慷慨物资，如果我能斩首成功，也有你们的一份功劳。这小子不会真的能成功吧？反正还有2天演习才结束，先休息一会儿。从现在开始，没有换班，没有补给，没有休息，所有人瞪大眼睛。秦渊啊秦渊，我在这里等你出现。老班长，你觉得秦渊会来吗？他想再复制同样的手段不容易，但演习进行到这个阶段，他有可能在谋划更大的阴谋。您的意思是，他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机会。嘿嘿，秦渊这小子不像是安分的主，如果我是他，也不会收手。今晚是最后一晚，加强警戒。放心吧，
他绝对进不去。警戒变得这么严了，真的是一点空隙都不放过啊！如果我没有猫头鹰伪装技能，只怕还真的进不去了。这些地雷会给他们一个惊喜的，是时候开始我的斩首计划了。等你们汇报完，就是你们的死期，这些车辆就是我的目标。这小子不会真的不敢来了吧？难道是我们高看这小子了？老编，你死了，请遵守演习规则。不是，你小子是怎么摸到我后面来的？你鬼啊你！现在你知道了也晚了，少废话，不要忘记你已经挂了，就这样趴在这里不要动。你是特种兵，我希望你能严格遵守演习规则。放心吧，我遵守规则。不过你是怎么摸到我后面的？到底想做什么？自然是这样爬过来的。至于目的，干掉你们外围的哨兵，开展斩首计划。这小子眼睛这么毒辣的吗？这都能躲开摄像头的监控，这回完蛋了。你已经挂了，遵守规则，不要动，还剩下3分钟，撤离。这些家伙睡着了吗？怎么头都不动观察周围？夜鹰3号、夜鹰8号，收到立即回答。怎么回事？狙击手、暗哨可能全被干掉了，还愣着干嘛？带人去抓人啊？为什么不回复？韩中队，我都挂了，怎么回复啊？总不能违反演习规则吧？秦渊难道没来吗？还是说已经被他们干掉了？是从红军指挥部那边传来的。干死这帮红军！秦渊牛逼！怎么回事？谁拉响的警报声？有蓝军打进来了。首长，各位参谋，有敌人渗透进来了，在我们的车辆下面都安装了定时炸弹和手雷。你是怎么做安保警戒的？你龙牙的这么多特种兵，就这样的防御？我们安排在外面的狙击手和暗哨都被敌人的干掉了。你那龙牙特战旅的人呢？他们吃屎去了！几十名特种兵，外加几十个摄像头，都能让敌人给神不知鬼不觉的干掉。消气，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先稳定局面，将那渗透进来的秦渊给找出来。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天亮之前也要给我将人揪出来干掉。是，他们怎么都走了？红军指挥部被袭击了，他们当然要过去支援。那红军最高指挥官不会被斩首了吧？应该是7连的那个新兵秦渊干的。站住！口令。山河统一，你们谁是负责人？上尉同志，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红军指挥部被蓝军袭击，我们龙牙调查到，袭击的人很可能是战旗7连的新兵，我要带几个战旗7连的人过去审讯。当然可以，上尉同志，你挑吧。你们4个抓他们出来，你们干什么？不准动！你再动信不信我们揍你？我们现在只是俘虏，不是被淘汰了，都给我老实点，信不信老子突突了你们？怎么回事？你打我们干嘛？出来，拿起武器开干啊！你是秦渊，真的是你小子啊？当然是我，不要发愣了，赶紧出来，拿枪，把他们也放出来。记住，拿起他们的所有武器装备。是，随我一起解决掉这里的红军，然后我带你们去袭击红军指挥部。快，通知团长，有蓝军过来袭击我们部队。妈的，这蓝军的人是怎么进来的？战旗7连，永不言败，打死那群狗娘养的！敌人的大部队很快就要赶回来了，大家全部往东南方向跑，那边是他们的红军指挥部，你们往那边冲锋攻击，见人就打，尽可能的活着，给我制造混乱。放心吧，我们为你开路，吸引火力。拜托各位了。好孩子，谢谢你拯救了7连。士官长，您别这么说，我也是7连的一员。秦渊，加油！是，我不会让你们和7连失望。在几条通往红军指挥部的关键道路上，地雷如恶魔般接连爆炸，车辆纷纷被淘汰，道路被彻底封锁。刚才正北方向那密集的枪声，到底是怎么回事？报告首长，不是说只有战旗7连的新兵秦渊溜进来了吗？首长，是被龙牙和一个师侦察营抓的俘虏。秦渊他身穿龙牙特种兵的作训服，冒充龙牙特种兵，把战俘全都救出来了。龙牙，又是龙牙，他们到底是我们这边的，还是敌人那边的？老子要他们有什么用？首长，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件事解决好的。解决？你怎么解决？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呢？你几十名特种兵被人家无声无息的干掉了，现在你还敢说能解决？首长，不好了，外面全是烟雾，手雷、炸弹一个接一个的扔进来。人找到了吗？是谁在攻击我们？没有，外面全是烟雾，我们根本看不到人。首长，现在情况危急，必须立即撤离。可是几条道路都被封死了，车辆无法通行。陆地不行，那我们就走空中，立即联系陆航大队，请求派遣武装直升机支援。在红军指挥部营区的后方，一处陡峭的悬崖峭壁上，秦渊如蜘蛛般紧紧吸附着，等待着最佳时机的到来。等的就是你，龙牙的直升机，你终于来了！烟雾弹的浓烟如巨龙般翻滚，爆炸声震耳欲聋。红军指挥部仿佛被卷入了一场风暴之中，混乱无处不在。这些烟雾弹可是我的小玩意儿，效果还不错吧？大队长，真的要撤吗？现在撤离是不是太冒险了？敌人狡猾异常，我们至今未能发现其踪迹。战俘被释放，渗透的威胁日益增大，撤离是最佳选择，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好，武职即将到达，我们必须加强防御，确保万无一失。首长们，换装完毕了吗？武职已经就绪，一切就绪，可以出发。
武装直升机轰鸣着缓缓降落，指挥部外围一道道人墙筑起，如铜墙铁壁，严阵以待。刚才那架武装直升机是进入红军指挥部了吗？无疑，武装直升机的出现意味着指挥部即将转移。秦渊，你做到了。这小子真是让人刮目相看，他的表现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在红军指挥部后方的悬崖峭壁上，秦渊如同一只蓄势待发的猎豹，静静地等待着那决定性的瞬间。一切准备就绪，是时候结束这场游戏了。秦渊以一记精准的狙击，穿甲弹瞬间击穿了武装直升机的油箱，引发连锁爆炸，直升机被淘汰出局。看着武装直升机连同指挥官一同被淘汰，他们仿佛被定格在了那一刻，无法置信。刚才那枪是从哪里打来的？快，立刻派人搜查，把那个混蛋给我找出来，干掉他！哎呀，各位，这是在找我吗？我可是自己走出来了嚯！我说我都已经投降了，你们这是何必呢？你就是秦渊，如假包换，正是本人。你居然主动跑出来了，这不是自投罗网吗？在这里我还能逃到哪去？任务已经完成，被淘汰也无憾了。但他这小子让我们龙牙丢尽了脸。一众龙牙特种兵愤怒地喊着，欲将秦渊鞭尸，气氛剑拔弩张。住手！都别闹了，干嘛？造反啊？凭什么不让我们动手？不是，他让我们龙牙颜面扫地，但生气又有什么用？而且我不仅不生气，还很欣慰，因为严格算下来，他也算是我的。跑啊！他身上有炸弹，炸弹即将爆炸，龙牙特种兵们惊慌失措，四处逃窜。随着闷响，炸弹爆炸，龙牙特种兵们纷纷冒出淘汰烟雾，一片混乱。我们被淘汰了，这怎么可能？除了几个外围警戒的士兵，龙牙几乎全军覆没，一片狼藉。你小子真狠，居然用这种方式淘汰我们！老兵，我没叫你们过来啊，是你们自己围过来的。但他这小子太嚣张了。各位老兵，我劝你们还是别上来了，不然吃亏的还是你们。我们还能吃亏到哪里去？你已经无路可逃了。这可是你们自找的，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这怎么可能？他怎么这么厉害？早说过了，最好不要动手，吃亏的还是你们。现在相信了吧？秦渊以一己之力再次震撼了龙牙特种兵，他的身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高大，仿佛成为了不可战胜的传奇。这小子的格斗技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常规部队中以一敌十的特种兵，竟在秦渊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他究竟是怎么练的？这才入伍半年啊！瞬间，又有数名龙牙特种兵冲上前，但仅仅3秒钟后，便再次全部倒地。还有谁想来试试？我等着呢！妈的，大家一起上，看他能撑多久！然而，结果依旧没有改变，即便是多人同时进攻，也仅仅坚持了10秒钟。中队长、参谋长，我们不行了，你们上吧，这小子太强悍了。别忘了，我和参谋长都是从战旗7连出来的，我们怎么会欺负自己老连队的新兵呢？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新兵同志，你这战斗本领究竟是从哪里学的？我们每天玩命训练，都不是你的对手。我也不懂，就是随便练练，就这样了。特么的，我们没日没夜的训练，竟然还不如你随便练练。行了，被淘汰了就好好在一边休息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秦渊被参谋长和韩飞叫到一旁，3人围坐在一起。抽烟吗？偶尔抽抽，来一根。我跟参谋长都是7连出来的，还当过7连的护骑兵。新兵秦渊，见过2位前辈老兵。我们虽然是护骑兵，但对7连心里满是愧疚，甚至可以说我们不配当7连的护骑兵。为什么这么说？7连8年来都没有再出现过护骑兵，你知道吗？知道。当初我们没做好7连的传承，没有培养出新的护骑兵就离开了，这让7连的护骑兵出现了8年的断层，我们愧对7连啊！可我记得上2任连长也是护骑兵，他牺牲的时候，连队里也只有他一个护骑兵，对吧？我就是在那一年离开7连的。我常在想，如果当时我没离开，或许周连长就不会。我也有责任，当时我带他们2人出来，但他们还没成熟，我就走了，还把韩飞也带走了，只剩下小周。不过现在看到7连有你，我们心里稍微安慰了些。以你现在的实力，前面的军事科目应该都不在话下。2位前辈，前面的考核科目我都知道了，但最后一个考核科目，连长和士官长都没提。这最后一个考核科目到底是什么啊？最后一个考核科目就是你说的没错，除了老班长和连长，其他人都不知道最后一个考核科目。但现在我们也不能告诉你，知道了只会增加你的压力。如果你通过了前面所有科目，自然就会知道了。行，既然这样，我就不问了。你小子想什么呢？我是说，如果你不是7连的护骑兵，我们龙牙肯定想挖你。首长，我可不搞基，您别这么看着我。你小子脑子想歪了。参谋长是说你的战斗力强，特种部队才是你的舞台。当特种兵参加实战是每个军人的梦想，但我现在不能离开7连，我要成为护骑兵，培养出接班人，再考虑离开。你比我和韩飞都强，7连的未来就交给你了。2位首长放心，我会的。恭喜宿主完成第3个任务，奖励升级与游泳技能。蛟龙游泳技能，这下海训场上我绝对会成为最靓的仔。体质330，技能这么多，功勋值也涨了，不错。先留着功勋值，看看积累到50万能抽到什么牛逼东西。好小子，你给我们猛虎团争脸了，你以一己之力救了我们。谢谢首长，这是我应该做的。军区首长晚点要见你，2等功肯定是跑不了的。
先告诉你，让你开心开心。是，谢谢团长。连长和7连战士们听到秦渊又拿2等功，个个羡慕不已。半年内3次战功，这份成就无人能。众领导离去后，7连的战士们热情洋溢，围住了秦渊。秦渊万岁！立正。一辆吉普军车缓缓驶来，带着一股不凡的气势。各位首长，这边请。秦渊到。你就是那个战旗7连的新兵，秦渊，干掉我的那个。是。你让我在这场演习中丢尽了脸面，知道吗？报告首长，我不知道，我觉得我也没必要知道。你的意思是我没资格让你知道？报告首长，不是，在我入伍时，班长告诉我，参军就是为了打仗，保家卫国，演习就是实战，我必须认真对待。在演习中，您是我的敌人，我的任务是消灭您，我不在乎您的职位地位，只要演习没结束，我就不会放弃。你让我的军旅生涯出现了污点，你知道后果吗？报告首长，如果连首长们都不能将演习当作实战，那演习还有什么意义？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报告首长，我是秦渊的新兵班长吴振华。这些话是你教的？报告首长，是。你们这么做想过后果吗？不怕我给你们小鞋穿？报告，不怕，因为您是首长，是铁骨铮铮的好汉。如果因为一场演习就使用卑劣手段，那您就不配当全军的指挥官。秦渊的话语如同惊雷，让在场所有人脸色煞白。这小子竟敢如此直言不讳，挑战1号大佬的权威。你真是这样想的？报告，我就是这样想的。说得好啊，上梁不正下梁歪。秦渊，我欣赏你的骨气。7连的战士们懵了，没想到大佬居然认同了秦渊的说法。刚才你们都听到秦渊说的话了吗？1号大佬痛骂士兵们唯唯诺诺，强调军队需要的是骨气和血性。是我们错了。在这次演习中，我首先要肯定秦渊的成绩。几十年前，你们要扛着军旗冲在所有队伍前面。报告首长，我们连队这8年来的战绩是……心里都不好受吧？那就给我拼命！请首长放心，7连绝对不会让您失望。前几次军演都没能取得好成绩，今年不仅取得了，而且赢了。是啊，没想到在我退役之前还能够看到这一幕。当战旗7连的军车驶入视野，全场爆发出了最热烈的掌声。看，那就是秦渊，真是新兵啊！这脸蛋真的很年轻。把这些东西给我拆了！相关官兵们懵了，原本期待的隆重表彰大会突然变了调。军区相关机关的确要召开隆重的表彰大会，但对我团部经过商讨，决定去掉隆重2字，只表彰与总结。此次演习虽然成绩不小，但还是暴露出了很多重大问题。我们比谁都更明白具体情况，一开始我们就没了。侦察部队的失败也有我的责任。说得好。经团部一致作出授予战旗7连集体3等功，秦渊个人2等功，并正式提干为中尉的决定。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战旗7连连长朱成与秦渊登上舞台接受颁奖。谢谢团长，谢谢全团官兵，谢谢团长，谢谢全团官兵。战旗7连好样的！报告团长，我连会在接载力改进不足之处，争取继续为团争光。秦渊，做得好！报告团长，这是我的职责。如果不是秦渊和战旗7连，我们肯定又是一脸阴霾的返回部队。对，我们必须再接再厉，争取下一次演习打一场大胜仗。为确保提升士兵身体素质和综合能力，提高海上作战能力，我部今年为期1个半月的海训计划如期举行。海训是海军陆战队在炎炎夏日进行滨海实战化训练的统称，训练项目繁多且艰苦。表彰大会结束后，战旗7连回到连队，士兵们开心地欢呼起来。我们战旗7连终于扬眉吐气了。这个荣誉是大家一起争取的，但别忘了功臣是谁？是秦渊。这个荣誉是大家一起争取的，我一个人是做不到的。秦渊，你的能力是有目共睹的，未来肯定能够成为国家最好的兵。多谢连长肯定，我一定会努力。我想再确认，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成为护骑兵？连长，护骑兵使命重大，我做了那么多，就是为了能够成为一名护骑兵。这几天好好休息，下个周就要去海训了，做好准备。1周后，战旗7连随团部抵达海训区，夜色已深，海风习习，热身。沙滩跑步，锻炼肌肉耐力，模拟战场环境。都给我系好救生圈，你要是沉到海里，尸体都找不到。有没有不会游泳的？连长，其实我是个旱鸭子，会游一点点，跟着队伍应该可以。会游吗？报告连长，会。好，我相信你。现在站着的都是会水的吧？我们的任务是蛙泳到快艇那里，先自由泳冲20米，然后蛙泳500米距离，30分钟内完成。做不到的加练，做到的加餐。明白。夜风中的海浪显得格外汹涌，开浪先锋至关重要。跟着我，列队准备，3、2、1，出发。秦渊凭借蛟龙游泳技能，在水中如鱼得水，引领着队伍前进。注意节奏，保持队形。距离终点越来越近，士兵们的体力也在极限边缘徘徊。好样的，今晚加餐。今天大家都做得很好，
记住，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但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是，连长。在这片广阔的海域中，战旗7连的士兵们不仅锻炼了体能，更凝聚了团队精神，为未来的挑战做好了准备。秦渊那小子不知道水性怎么样。老黄，你操心的太多了。秦渊那身体素质，学游泳还不是手到起来？也是，给他点时间，什么都能学会。哎，老吴这开朗先锋当的挺拼啊，秦渊呢？怎么在最后面？别急，秦渊是快宝，磨磨就亮了。也是，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改天咱俩带他，好久没下水了。混江龙和浪里白条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那必须的。这小子有点东西，是个好苗子，假以时日必成大器。看来终于有秦渊不会的了。罗姐，你接替我一会儿。老吴，你撑住，跟着我就行。秦渊，不要勉强。秦渊，听班长的话。这怎么回事？开浪先锋怎么换来换去的？秦渊，他怎么到最前面去了？你看，这不可能吧？他游的那么轻松。大家加把劲，跟上秦渊。对，我们不能落后。这泳姿，这协调性，简直像换了个人。海水也变得这么亲切，真是太神奇了。这2个老兵虽然水性不好，但精神可嘉，我得帮帮他们。大家跟上，我来开路。你看秦渊这速度简直了，这速度都快赶上专业运动员了吧？不，你仔细看，欧林已经拼尽全力了，但秦渊还游刃有余。我不能输，别急，欧林，我们一起加油。是该想到的，秦渊身体素质那么好，游泳怎么可能慢呢？而且他不仅快，还轻松，这才是最难得的。好了，准备迎接我们的英雄吧！我不能放弃。欧林，坚持住，我们一起到岸，大家辛苦了，都上来吧。16分30秒，这太强了！这速度，你以前是练游泳的吧？是省队还是国家队？简直太厉害了！我现在连游泳都不会，跟秦渊比，我就是条旱鸭子啊！秦渊，没想到你的水性居然那么好。连长过奖了，我之前学过一些游泳。你的泳姿非常专业，动作习惯和职业运动员一样。我入伍前每天都坚持有氧运动，夏天就去游泳，跑步太热了。我这老小子还是不如你啊，秦渊，你简直就是条活泥鳅。是啊，吴振华，你这旱鸭子可得加把劲啊！行了，大家都上岸了。原地休息20分钟，熟悉一下环境。秦渊，你太厉害了，我怎么都跟不上你。你也很厉害，精神可嘉。记住，哪怕比不赢，也要全力以赴。这不是跟你学的吗？喂，我可没有比不赢过哦。给你脸就飘。大名鼎鼎的龙牙特种部队居然被一个新兵打败，你们甘心吗？不甘心。秦渊确实是个强敌，但你们是龙牙，是军区最好的士兵，下次绝不能输。下次一定要让他知道龙牙的厉害。先进行5公里凹字形回游，游到海网浮标那里，不热身，自己适应海面情况，30分钟，做不到就再游一次。等等，有情况，侦察7连。来得正好，停下，改变计划，前行过去，给他们一个惊喜。是，让他们看看龙牙的真正实力。这战旗7连真是不一般，刚来就训练，厉害。他们的水性真好，尤其是那个秦渊，游得真快。游得快有什么用？等会儿咱们比比看，要是有烤串就好了。游一圈真饿啊！你个吃货，这是训练，不是度假。第一次来海边，居然是和战友，不是女朋友。醒醒，你有女朋友吗？各班班长组织扎营，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训练场地了。老韩，哎呀，朱成，好久不见。是呀，老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还不是你们演习把我们打败了，我这不是来取经了吗？那也是你们技不如人。秦渊，上次演习多亏了你啊。没事，反正我一个人包围了你们。长官，上次你说的护骑兵的重要考核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不能，等你经历过其他考核，自然会懂。朱连长也不懂吗？我也不懂，那是秘密。朱成，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和秦渊比试的。比试？你这老骨头要和秦渊比试？不是我，是他们。战旗7连，我们来挑战了。看来你的挑战来了。来吧，我等着。你们来多久了？已经把你们的训练都看完了。看来是蓄谋已久啊。韩非，你现在变得如此圆滑阴险了。龙牙，他们什么时候来的？不管那么多，不要让他们靠近。警告，禁止上前，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不要紧张，我们龙牙呢？上次在演习中输给了你们7连，诚心向你们学习。向7连学习？这样吧，还是刚才的项目，从这里游到游艇那边再游回来。不知大名鼎鼎的战旗7连能否指导指导？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他们就是来找茬的。这帮人还真混蛋啊！等我们游完之后才过来。老韩，不是我说，你们应该早点过来，我们士兵们已经没有体力了。不是吧，老黄，我们龙牙士兵也消耗了很多体力，你们演习中都打败我们了，难道这点体力都没有吗？连长，指导员，让我们去比一比吧，我还有力气。对，刚才只是热身，现在才刚刚进入状态，
不能让他们那么嚣张。我来。秦渊，保存体力，明天还要训练。不要逞强，明天再比也可以。不用，我不累，刚才只花了1%的体力。好，秦渊，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们要和你一较高下，一起上吧，不然你们还是会不服气。秦渊，再给你一次机会，别搁着吹牛啊！先休息几天怎么样？不然说我们欺负你啊，我们不会不服气的，毕竟我们也不是那种以多欺少的人啊。不用，一起来，省时间，待会儿回去晚了，打扰别的连队休息。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做好准备。如果想要赢，必须一开始就破浪，机会只有这一下，如果不能抢先，就难了。快，挡住他，包围他，别让他跑了。糟糕，秦渊，你在搞什么？海面上，秦渊的身影突然消失，众人愕然。他去哪里了？快拿望远镜！他潜入水中了，快跟着潜下去，不要让他找机会领先。干得漂亮，秦渊这小子总是能给他们带来惊喜。这小子可以啊，我还以为他已经呆住了。喂，老韩，看来你的队员们又要输了。快潜水，超过他！大海里，秦渊如同一颗深水鱼雷，悄无声息的前行。他太快了。秦渊的速度太快，仿佛一只鲨鱼，迅速拉开与特种兵们的距离。快，找人下去看一看情况，要是出事就来不及了。不用，如若发生情况，跟着下潜的特种兵们会注意到的。可是他又不是鱼，怎么可能潜那么久？就在这时，秦渊从水中冒出，战旗7连的人全都看呆了。我的天，这是鱼吧？这家伙是不是长了腮？这憋气水平，去参加吉尼斯世界纪录算了。5分钟游了500米，这个记录已经打破了海训区的最高纪录了。到达快艇后，秦渊再次潜入水中，离他最近的特种兵们心里已经泄气。1分钟、2分钟、3分钟，在距离岸边还有10米时，秦渊如同蛟龙一般跃出水面，进行最后的赢了。秦渊，你没事吧？3分56秒，3分57秒，最后时间定格在了3分39秒，破纪录了，就好像看到了国家队夺冠似的。我操，9分钟！我记得以前看体育频道，没有人能游那么快吧？游泳比赛最快的自由泳记录是14分31秒，秦渊这速度去奥运会都能打破纪录了。给我看看，你小子是不是真的长了腮了？老吴，你就羡慕去吧，人家可不是你这块铁秤砣啊！你是怎么做到能潜那么久时间的？海军都比不过他，我这群特种兵最多只能憋气3分钟，潜泳1分钟。秦渊，你这已经不是人了，你是颗鱼雷吧？你是去的哪家游泳馆练的潜水？那么厉害，我都想报名了。你是跟着国家队一起练的吧？没有，其实还是要多加练习，适应海水环境。我还是要更加努力，熟悉应对各种浪潮和漩涡、急流等情况。我们都是陆军，每年海训时间有限，感到陌生很正常。秦渊这精神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实事求是，没有骄傲，不断尝试突破极限。没想到吧？咱们老秦说到做到，就担心你们不服气的一个一个来。不管用什么战术，在绝对实力面前根本无济于事。秦渊果然厉害，我承认了，你的游泳水平的确在我们之上，输给你不丢人，你让别的部队来也一样是输。对呀，正常人哪里比得过鱼雷啊？我们龙牙不会输不起的，这回我们是真要向你学习了。秦渊，我看好你，你一定不能懈怠，今年是最有希望能够出护骑兵的一年了，保证完成任务。好，很有精神。至于最后一项考核是什么，你不用担心，到时候自然会见到的。有我和老黄在，会尽力照顾他的。如果秦渊今年真的成为了护骑兵，老黄头就能退休了，回去看孩子去吧。用不着你担心，我的兵就是我的孩子。你们自己也明白，特种训练和普通的连队训练还是有差别的，要想更上一层楼，还是需要去外面看看的。所以这就是你离开7连的理由。话不能这样讲，其实连队和护骑兵都是为军队为国家服务的。海训训的是什么？长游、武装球度、搏击，然后稍微练一点海上射击。按照秦渊现在的能力，还有必要练这些东西吗？你的想法不错，秦渊是应该去接受更高强度的训练了。秦渊接下来要去和龙牙训练了。对，我没你们想的那么固执。我是7连的人，肯定会好好照顾7连的兵。但愿如此。从今天开始，你不用跟着我们训练了，去和龙牙练练手，尽力就好，注意安全。是。不会吧，老韩，一开始就玩那么凶，先潜个10米试一试吗？好久不潜水了，待会儿幸运的话，可能还会碰见鲨鱼。队里已经很久没有人领1等功了，我这死亡名额和抚恤金都发不下去，留着以后再发吧，我们用不上的。区30米，小意思了，你还真以为我们做不到啊？你让我潜100米都行。秦渊，能和你一起训练，我们都很激动，你别担心，我们会照顾你的。第一次参加这种训练，慢慢来，适应就好。
加油，我们相信你，你肯定能行的。谢谢大家，我会尽力的。放心了，秦渊，你都能潜泳4、5分钟了，这点对你来说小意思。你别听老韩胡扯，我们潜水没出过事，有海军潜水安全员的，会时刻保护你的安全。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来，一开始不会上那么大强度，我们会围在你旁边的。我没事，我已经迫不及待。行了，秦渊看情况来就行，不用勉强，你只是跟着训练，而且我可是没有死亡名额给你的。我和你下水吧，我看着你，绝对没事。对，有韩队在，不用担心。这家伙在我们这里的外号是潜水艇。军船很快就来到了训练海域，安全员已经做好了准备，韩飞也做好了准备。我也下水，待会儿水要是下不到30米，就给我再下3次。收到。可以下潜，可以下潜。收到，请回复。收到。这小子应该也能做到，而且会非常轻松。今天带他来主要是想看看他能游多少米。秦渊，我的天，这家伙才应该被称为潜水艇。94米，感觉还不错。他打破了我的记录，下潜了94米。牛啊，这怎么做到的？快，给他送气，太厉害了！你比我们这群人都厉害了。你从未见过有哪个兵能够下潜到这种位置，专业的潜水兵都做不到，你都要打破世界纪录了。还差得远呢，需要继续努力。秦渊，只要你来我们这里，保证好吃好喝的招待，留下来吧，能成为一名特种兵是无上的荣耀。谢谢大家的好意，我会考虑的。龙牙特种部队，龙牙特种部队，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龙牙收到，龙牙收到，请说。距离你们3.5海里处，西南方向，海盗们有备而来，乘坐快艇突袭。情况非常紧急，有一股海盗劫持了我们的船民，总部要求我们尽可能的完成营救任务。注意，这不是演习，是你们随时都会受伤，甚至牺牲，但我相信你们的能力，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出发！龙牙特种部队火速开往案发地点。秦渊，你不用参加行动，留在这里跟着我就好了。不，我也可以参加战斗。不行，你不是特种部队的人，我要对你负责。接近2000米后潜游，不要让敌人发现你们的行踪。你们每人只有1个弹夹，注意节省子弹。我会让海警部队配合你们。我的要求是尽可能的保护人质，一旦出现差错，立即给予处分。是。第1分队没有着急行动，而是观察甲板上的海盗情况。在观察到巡逻海盗的巡逻节奏之后，立刻使用救援绳索快速登陆。干净利落，配合得当，特种兵的确名不虚传。商船内部共有9名海盗，19名人质，配备重机枪与步枪。我们必须同时行动，狙击手立刻待命。只见远处开来一艘船，上面坐着10几个海盗，他们手里都有武器。快行动，马上行动！他们没有击毙全部海盗，特种兵立刻进入驾驶室解救人质。糟糕，海盗绑着人质爆破船舱逃跑了。查看所剩弹药。经过激战，每名特种兵所剩弹药不多了。跟随海盗，不能让他们带着人质离开。等倒吧，为了人质安全。好，全员准备，快速登陆。秦渊，你给我好好留在这里，我去帮忙。秦渊啊，秦渊，你要是出事了，我可怎么交代啊？放弃皮划艇游过去，这不是什么圣母心犯案，而是责任，当兵的责任。秦渊利用猫头鹰伪装技能，躲藏在大树上，观察海盗的动向。他们选择了稍微缓一点的地方，但那段路更远。快点，尽快进入到住所。我能够以超出海盗3到4倍的速度前进。歇一下，他们追不了那么快。撒泡尿，我憋了很久了。妈的，好险你们来得早，不然就要被那群士兵给干没了。这个人质怎么办？现在杀了吧，别耽误时间了。不行，带上他，以免发生意外。这么多人质，只能寻找最佳伏击时机。秦渊看准时机，准备伏击。有埋伏！妈的，什么情况？这里怎么会有人？看他的穿着，应该是刚才的那些兵。不可能，他们不可能那么快。嘘，没事了，放轻松，有我在，你们不会有事的。必须尽快解决这伙海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利用蜘蛛技能快速攀爬，悄无声息地接近他们。去看看，以免让他跑了。不去，那人枪法太准了，一枪干掉我们3个兄弟。妈的，窝囊，被一个人吓成这样。猎杀时刻到了，秦渊宛如天花板上的大蜘蛛，准备对海盗进行致命一击。扣下扳机，打光所有子弹。秦渊子弹耗尽，迅速捡起海盗的武器，补充火力。这些武器足够我对付剩下的海盗了。跟我来，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我得去帮龙牙的兄弟们吸引火力，不能让他们陷入危险。该死，他们应该全都被解决掉了。难道那群特种兵已经绕到我们前面了？只有一个可能，他们攀登陡崖，抢先到了我们前面，分成4个队，机枪手占领制高点，准备迎战。手雷，挖槽，这太害人了！隐蔽，枪口对准那个方向。他们怎么那么厉害？神枪手，我们根本打不过他，就像是个死神，我们无处可逃。牛逼！秦渊的速度比皮划艇还快，我们得加快速度，不能让他一个人面对危险。龙牙特种部队在雨林中穿行，枪声与爆炸声越来越近，遍地都是尸体。秦渊他真的太强了。说发生了什么？我们
海盗们支支吾吾，翻译也难以给出准确的回答。继续往上走，找到秦渊和人质，这都是秦渊干的，一个人就把他们全杀了，这实战能力比我们这些特种兵都要厉害。秦渊，你千万别有事啊！秦渊，那么慢，好险，没什么事，你一个人把他们全都杀光了。那不然，你仔细看看，这里除了我还有别人吗？厉害，感谢秦渊，你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如果不是你，我们都不知道会被带到哪里去。没事了，都过去了。秦渊，你是怎么消灭海盗的？刚开始遇到点麻烦，但剩下的对手都好对付。太厉害了，你简直就是我们的英雄。海训结束，军船缓缓靠岸，海风轻拂，带来一丝丝凉意。秦渊这小子不知道这次海训表现怎么样。听说他深入海盗窝点，还解救了人质，真的假的？大家，我回来了。秦渊，你小子真行啊！可以啊，秦渊给我们长脸了。秦渊同志，你在这次海训中的表现非常出色，为我们猛虎团争得了荣誉。秦渊，你的英勇行为让我们深感敬佩。现在，我代表猛虎团向秦渊同志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这次的任务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要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海训结束后，秦渊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跟随龙牙特种部队进行训练。这秦渊真是个训练狂人啊，他的进步速度太快了，我们得加把劲了。我还不够强，我还要继续努力。队长，我想申请加入直升机速降训练，请批准。好小子，有志气，我批准了。来吧，让我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秦渊，直升机速降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需要胆量和技巧。放心吧，韩队，我前世可是武装直升机的高级飞行员。秦渊，放轻松，关键是要敢跳。我明白了。秦渊，使用安全绳吧，安全第一。不用，我直接下去就行。秦渊，听韩队的，你不熟悉速降，很容易受伤。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准备，跳。秦渊，到你了，注意警戒和速度。明白。你，好小子，真是深藏不露，厉害。特种兵们紧张地注视着上方，随时准备应对秦渊可能出现的意外。厉害，挖槽，你是天才吧？怎么做到的？我第一次连跳都不敢跳，你小子怎么看都没看就跳下来了？你的技术动作太专业了，我练了那么久都没你做的完美。秦渊，你牛，你居然没用安全绳。我挺喜欢极限运动的，经常去跳伞和攀岩，对下路很熟悉。这小子样样都那么牛，演习、游泳、潜水、实战，现在还有空降，每一个都能拿第一。接下来还有什么训练内容吗？没有了，你已经完成了所有训练，可以回去准备海训考核了。我们还在努力训练，你却已经轻松完成，真是太打击人了。我能不能开武职？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之前演习的时候，我坐在武职上把你们打垮了，我觉得开武职特别拉风。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小子居然还想开我们的武装直升机。不行，驾驶直升机需要专业的知识，你只是一个新兵，没有驾驶证是不能开的。可是我之前也开过直升机，我学过，如果不是入伍，我今年都能得驾驶证了。不行，武装直升机和普通直升机不同，你需要专业的飞行理论知识和考核，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明天您就找人帮我考试吧。我希望在海训结束之前能开上直升机。秦渊，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吧？考证需要很多时间和努力，你怎么可能一个晚上就准备好？一个晚上？秦渊，你确定？对，一个晚上就够了。你知道这些书有多少吗？满满一个书柜那么多，而且每一本都很厚，像砖头一样。你开玩笑吧？你的脑袋是电脑吗？就算是安了个硬盘也装不过来啊！我在入伍之前就经常研究这方面的知识，我只需要复习，明天就能考试。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这样吧，我明天就叫人过来考你，你只要能过，就给你驾驶训练的机会。好，不过还得麻烦您帮我找一些书，我需要空气动力学、空气领航学、航空气象学。挖槽，你这不是特种兵吧？你这是军校里的高材生啊！量子力学是什么鬼？考飞行员驾驶需要读这个？这么多书，没个1-2年怎么可能读完？你在逗我呢？这些书的重点内容我都烂熟于心，现在只需要复习就行。那么多书，每个看一遍过去，至少都要花半个小时的时间吧？一个晚上够吗？够，只需要一个晚上，您让驾驶员出好题目就行了。好，我帮你找。夜色已深，但秦渊的斗志却愈发昂扬。他深知这次机会难得，他必须全力以赴。韩队，我们听错吧？你让我给秦渊出题，考过了就教他开直升机。对，就是让你出题。他要是过了，你就教他。韩队，开飞机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是人人都能开，那还要我们专业驾驶员干嘛？哎呀，李勉，你就随便出一出题目吗？他要是过不了，自然就会放弃的。行吧，那我就随便出，这些书都是他列出来的。对呀，我也吓了一跳，这小子不简单啊。行，那我倒要看看他有几斤几两。海训区龙牙特种部队宿舍内，一场特殊的考试即将开始。秦渊，放轻松，好好考。
只要你过了理论知识，就可以上直升机了。收到啊，是你，你就是那个被我挟持的驾驶员。怎么？当初见我开直升机那么帅，现在也想学啊？并不是，是为了避免驾驶员不给我开的情况。行，那你就开始考吧。考试时间2个小时，100道题目，过80分允许上机。放马过来就行。考试开始，秦渊奋笔疾书，李勉和韩非以及一些武装直升机驾驶员们全程监考，气氛紧张而严肃。我虽然对秦渊有好感，但也要对他负责。学艺不精，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这小子看来是真的有备而来。2个小时后，考试结束，秦渊放下笔，长舒一口气。不错，答题速度挺快的。接下来就等着看成绩吧。没问题，我等着上机。不可能吧？读书可不是特种作战，打仗厉害不一定考试厉害啊。我们理论课考试能过就行了，更不用说飞行员理论知识考核了，难度太大了。时间1分1秒过去，全队瞩目，每个人都紧张地等待着考试结果。有把握吗？有。秦渊，好样的，牛逼！我从来没见过那么有天赋的学生，这些题目全都过了，有一些题目甚至还给出了超出了我的水平之外的见解。真的，全答对了。不可思议，他是爱因斯坦转世吧？我要有你这水平，现在都是教官了。你理论知识都过了，对直升机肯定也非常了解。现在我亲自带你看看你的操作能力如何。我可以去开直升机了，现在就马上过去吗？行。李勉带着秦渊进入武装直升机，开始了一系列的身体素质测试和飞行前准备。虽然你理论知识很厉害，但操作才是飞行员驾驶的核心。现在我要看看你的实际操作能力。准备好了。注意保持平衡，慢慢调整方向。好的，明白。经过一番飞行，直升机平稳降落。李勉对秦渊的首次飞行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你的操作很稳，很有天赋。继续努力，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武装直升机驾驶员。谢谢李队，我会继续努力的。凭你的身体素质，玩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放心了，这家伙在战旗7连的时候，2旋踢360度旋了几圈后还能打靶，而且都上靶了，各个10环，那么厉害。过在训练室内，一台巨大的离心机赫然眼前，这是测试士兵抗眩晕、过载能力的关键设备。开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过载要求4级就行，战斗机的要承受6级的过载。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把这个穿上。我不用这个东西，之前我训练过，没问题的。确定不穿？出事怎么办？听他的吧，只要他说能做到，就肯定做得到。你不舒服就说话，我马上关掉。离心机迅速启动，速度不断加快，过载逐渐增加。韩非和李勉紧张地注视着，周围飞行员们也屏息以待。这小子可以，天赋真不错，已经达到了飞行员标准了。数值不断攀升，当来到4句时，秦渊面不改色，轻松应对。太厉害了，他就像没事人一样。他的状态很好，应该可以再加高。你确定？有的人顶得住4级，但5级就不行了。我见过他的训练，他可以的。数值继续加大，秦渊的状态依旧稳定。当突破6句时，全场欢呼。哇操，这小子天生就是吃飞行员的饭啊！太厉害了，这个身体不是人吧？就在李勉打算停下离心机时，秦渊居然给了他们一个微笑，并说出了2个字：继续。好小子，有志气，继续。可就要达到7级了，这已经是宇航员的训练标准了。继续吧，我想看看他的极限在哪里。明白。离心机飞速旋转，周围的飞行员们都紧张地盯着仪表盘上的数字，感受着那股无形的压力。这压力太大了，我当年都没能承受住。秦渊在离心机内，面容平静，仿佛外界的一切压力都与他无关。已经7级了，他的身体数据还正常吗？心率正常，生命体征正常，继续吧。当数值突破9句，秦渊依然泰然自若。终于，在数值达到惊人的10句时，他示意停下来。马上停，快扶他出来。我没事，感觉还不错。这身体简直是航空飞行的完美载体。你身体就没有任何不适吗？比如看不清东西？没有，只有向上涨的时候会出现几秒不适，但很快就习惯了。这可是10级啊！我觉得你再练下去，打破世界纪录都没问题。还好吧，我觉得还有很多提升空间。其实也很简单，我平时喜欢练习倒立、玩过山车、跳楼机之类的运动，所以对这些比较适应。牛，这简直就是为飞行而生的身体。现在呢，我可以上机了吗？现在就上。你不休息1天？不用啊，我现在浑身自在，可以训练的。行吧，那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上机。海训区的武装直升机训练场虽然不如龙牙的大，但停放着一排排威猛统一的武职，散发着强烈的战斗气息。规模还不错，但和我当年改造的武职比起来，也就一般般吧。怎么样，熟悉吧？这可是我的座驾飞龙龙牙特种部队最强的武职。难怪当初我在上面打得那么爽，原来是你这家伙的武职啊！喂，那是演习，我拆了很多装备来着的，你可别乱说啊。那我能做主驾驶吗？我已经能开了。喂，干什么？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副驾驶上。开个玩笑嘛，别那么认真。真是的，你这家伙。好了，我先带你飞一次，顺便教你熟悉操作。这是启动按钮，主驾驶和副驾驶都有操控权限，但现在我已经锁定了副驾驶的。你看着我开，先熟悉一下。我明白了。飞行前要检查直升机状态，观察地形和天气，这些都很重要，你记住了吗？记住了。看，他们起飞了，是李勉的飞龙，又是他们，这回不会又朝我们开火吧？秦渊这家伙，看来已经过了身体素质测试了，不过技术怎么样还不好说呢。
好了，现在我来教你一些基本操作，记住不要慌张，我可以通过系统进行辅助驾驶。好，我明白了，我来试试。秦渊在李勉的指导下，逐渐掌握了武职的基本操作。武职在海训区上空灵活飞行，时而俯冲，时而攀升。好了，今天就先到这里吧。你表现得不错，比我想象中要好。谢谢，我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不少技巧。那你接下来可以直接上机进行训练了，我在副驾驶上辅助你。记住，不要慌张，慢慢来。怎么样，李勉，秦渊操作的如何？很不错，他很有天赋，我相信他很快就能独立驾驶。今天是秦渊展示他惊人飞行天赋的日子。李队，你不是开玩笑吧？直接上去飞？放心吧，秦渊有我在，不会有事的。我看了1年多的书才给我驾驶的，而且还是有人指导的。有李队在吗？你担心什么？副驾驶可以托管的。可是，羡慕啊！我当年为什么不行？你当年开的又不是战斗武装直升机，是老式的教练机。你慢一点啊！没事，我身体好，能进行高强度的操作。起飞了！你第一次开武职就这么熟练？基本操作而已。行了，先做一下刚才你教给我的操作。不错，很流畅。接下来来点刺激的。你要干什么？别担心，看我的。天哪！成功了，厉害啊！第一次开武装直升机就能完成这个动作，训练场上的飞行员们也都看呆了，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惊人的飞行操作。天啊，第一次飞就能做出这个动作，太厉害了！他真的是个天才，看来我们以后有的学了。啊，对，一定要向他请教。还没完呢，继续。这家伙还有多少惊喜等着我们？你还要做什么？贴着飞行。秦渊驾驶武装直升机如一辆越野车般在树林间穿梭，贴地飞行，速度惊人。这感觉太棒了！你真的确定要这样吗？服了，你确定这是秦渊在开，不是离队？绝对是秦渊，离队可不会这么冒险，这太危险了，万一出点什么事，想跑都跑不了。停下，拉升，趁现在还有空间。不需要，那里是过不去的，转弯至少需要1米多的空间。直升机飞速接近弯道，两边的树木仿佛要将其吞噬一般。注意，左右距离60厘米、50厘米、30厘米，危险！拜托了，秦渊，一定要过去啊！走你！天啊，他过去了，他是怎么做到的？太不可思议了！这是人吗？这是神吧？秦渊，他真是个天才。秦渊驾驶着武装直升机，如同脱缰的野马，终于冲出了树林，重新飞上了天空。怎么样，离队？我这贴地飞行还不错吧？你这家伙真是个疯子，但不得不说，你飞得真好。第一个弯过了，地面蛇形转弯，难度超乎想象。秦渊能否创造奇迹？来了！阿曹，我他妈的真服了，这操作绝了！第一次上机就这么猛，这简直是天才啊！把直升机当赛车开，我服了，这技术无敌了。这怎么可能？你小子还真行啊！一般般了，其实你没必要那么担心，卷进去就只能停下来了，你说呢？那是你太菜了，我提前观察了地形，估算了距离，所以别担心。你还真敢冒险啊！秦渊牛逼，我服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你肯定是这里最顶尖的。对啊，试一试吧，我们都欢迎你。不，谢谢，不过我没兴趣。我和韩飞决定带你去陆航考核，争取让你尽快拿到驾驶证。谢谢，这正是我需要的。哟，韩飞、李勉今年居然有空过来观摩，是不是又要挑一些好苗子啊？嫌弃我们不经常来啊？才1年而已，你也知道的，我们天南地北的训练不是经常有时间的。知道了，大忙人，你们龙牙特种部队过来，我们的学生都很开心。那些航空兵一听说龙牙来招人，全都像打鸡血似的，个个都鼓起了劲儿。你就别捧我了，今年不是来招人的。不来招人那来干什么？是我们上次给你们选的兵不行，今年不招了。你的兵都很优秀，能力都很突出，训练也很积极。那是什么原因？你们来做什么？其实呢，我们来这里是想让你开条路，让我们的一个新兵来考一下驾驶证。多年老战友了吗？你们也能给个机会吧？什么？新兵就是你们的队员想考驾驶证啊？对，这个新兵的各方面能力都很突出，我亲自考核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战，都比大多数飞行员都要厉害。老黎的能力毋庸置疑，而且你们特种部队有武装直升机训练场，我是肯定相信的。我可以给机会，算作是鼓励一下对驾驶飞机感兴趣的士兵吧。
别开心太早啊！你让你的兵做好准备，今年的考试会更严格，难度会比之前大一些，因为部队要进行筛选。你确定你的兵能达到标准吗？就算是以前的难度，也会有20%左右的考生会挂，今年可能达到30%左右。你大可放心就好了，我的兵绝对厉害，而且他绝对会取得最好的成绩。秦渊，好好考，别紧张。放心吧，教官。这不是前不久打击海盗得到表彰的秦渊吗？那个猛虎团7连的新兵。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他也来考试？不会吧，新兵也能来考试？他才入伍多久啊？不到1年吧？而且他是航空兵吗？这不是开玩笑吗？让一个新兵来和我们一起考试？玩呢？他的确厉害，但不至于来考试啊。准备考试了，不抓紧时间复习，都那么自信的吗？请考生们开始答题。这难度比以往的要难很多。我的天啊！就这种题目还要规定过线分数，不应该按平均分进行考核的吗？怎么回事？选择题那么少，实践题那么多，分析题也是，证明题，哇操，这一题那么多分。这题目对我来说太简单了。考试时间2个小时，秦渊只花了1个小时就完成了所有题目。这是什么情况？一个新兵比我们还厉害，乱写的吧？我们现在才写到考题的一半呢，他绝对是乱写的。可这也太快了吧！笔试考试结束，考场外哀嚎遍野，因为这次的题目太难了。平时不用功就是这样。110名考生，只有12名通过了考试，而通过名单上赫然写着秦渊2个大字。他真的过了？是不是龙牙的黎队长给他开后门了？不可能吧？给他考试可以，但是给他答案是要上军事法庭的。这是秦渊的考卷和监控，你们自己看看。选择题和判断题全对，多选题也全对。他的答案和参考答案虽然不同，但核心意思一样。这水平太高了，这飞得太轻松了。武装直升机在他的驾驶下就像鸟儿一样。这转弯，卧槽，真是精彩！我什么时候才能练出这种水平？这是怎么练出来的？他只是一个陆军啊，怎么可能开得比我们都好？这水平，你确定是他在开吗？这角度，这操作，简直就是艺术，太享受了！把他请到我们连队来表演一次吧，绝对座无虚席啊！老黎，这小子不是人吧？恭喜啊，你又收获一个好兵，而且还是天才好。哇！你是我见过最有飞行天赋的兵了，如果以后能往航空领域发展，绝对能够代表我国参加世界级别的飞行演习。秦渊真是让我骄傲，但他终究要回到7连，真希望他能早点加入我们。谢谢教官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行了，你赶紧把驾驶证弄好吧。还是您了解我。走，别让他们继续打趣你了。秦渊，好好训练，别半途而废。虽然你是天才，但如果不努力，我还是会看不起你的。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对手，我会努力超过你的。执行任务时注意安全，期待下次再见面时你的进步。秦渊，接下来的海训考核很重要，你要认真对待。放心吧，韩队长，我会全力以赴的。护骑兵考核竞争激烈，秦渊需要展现出他的全部实力。秦渊，你有着别人没有的天赋和努力，我相信你一定能行。我会努力的。秦渊这次在龙牙训练还考的直升机驾驶证。你没吹牛吧？秦渊还考得了武装直升机驾驶证。一个新兵考的驾驶证，你确定这不是在吹牛啊？我一开始也不信，后来不服都不行。他不仅考过了，而且飞得比我们这里最好的飞行员还好。他怎么什么都会啊？不用猜了，人家就是天才。反正他说能做到的事情肯定做得到。没想到啊，让你们碰上了，真是服气啊！要是能加入龙牙，打住，这种事情以后再说。我现在只关注护骑兵。别怪老黄说的迟，就算他1、2年后加入龙牙，首先要面对的也是护骑兵的考核。你曾经也是护骑兵，不给他开个小灶。我开小灶，他不给我开小灶就好了。一个人歼灭一群配备重火力武器的海盗，你觉得能难得了他吗？经过漫长的训练，我们成功完成了新兵训练任务、演习任务、海训任务。1年1次的护骑兵考核就要开始了，所有人都要报名参加。不管成绩如何，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拿出平时训练的态度，克服困难，突破自我，拼尽全力。我希望看到所有人都成为护骑兵，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做到。明白。诸城展开的护骑兵考核动员在全连掀起了热潮，士兵们摩拳擦掌，准备迎接挑战。你们都给我看好了，我记得上次我过了5项考核，这次争取6项。哟，你这老胳膊老腿了，还6项，能过4项都不错了。嘿，怎么瞧不起我啊？我训练的时候哪次不带头冲锋？要不要来比一比啊？比就比啊，
看谁过的考核多。老兵们虽然经验丰富，但身体素质已不如当年，他们依然怀揣着对护骑兵的渴望，努力训练。我相信奇迹一定会降临到我的身上。我可不是你，我不相信奇迹，我只相信我自己。你们这帮老骨头看好了，看我怎么碾压你们！新兵们则充满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他们渴望在考核中证明自己。秦渊，你千万不要紧张，前面的很多个考核呢，和平时的训练内容一样，只不过强度提高了而已，凭你的能力绝对能行。谢谢你们，我不紧张，反而很兴奋。无论最后一项考核是什么，我都会全力以赴的。朱连长，你的士兵们都准备好了吗？我带来的人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报告首长，我们全连官兵都已经做好了考核的准备了。好，那么按照他的能力，最后一项考核是不是要加大难度呢？听您的安排了。好，那就这么定了，在最后一项考核上加大难度。护骑兵考核正式开始，第一项400米障碍跑，士兵们严阵以待。怎么跑？1分33秒，你不放障碍我就能跑。只有极少数人能跑进1分40秒，秦渊的1分38秒已经算是现在最好的成绩了。我收回我刚才那桀骜不驯的话，真的能过一关就尽量过一关就行了。冲啊！秦渊一马当先，如同羚羊飞渡，速度惊人。哟，韩飞，你当年考护骑兵的时候能这么快吗？不行，他在第一个障碍这里至少比我快了5秒。按照这个速度，他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快。秦渊的速度越来越快，动作越来越流畅，仿佛索桥和障碍都不存在一般。我操！快快，快快！这是 BOSS 吧？太惊人了，这身体素质太劲了。秦渊接下来的动作更是令人震惊，他利用惯性翻滚，双膝盖刚好出了沙坑，直接进入射击圈中，稳稳一枪命中目标。漂亮！我们当时怎么就没有想到过这个动作？他在这个地方至少比我们都快了3秒啊！一半的路程只用了35秒，秦渊的速度依然没有减慢，所有人都屏气凝神，期待着他创造新的纪录。他能创造什么样的纪录呢？秦渊在400米障碍跑中飞速前进，已经来到了悬浮单杠的项目，这是考核中的一大难点。来吧，让我看看你能拦住我多久！我操！这是什么操作？空中飞人啊！这小子是不是去过马戏团？太离谱了，他平时就是这样练的。秦渊如同杂技团的高手，轻松完成了悬浮单杠，现在正全力冲刺向下一个项目。冲啊！太快了，他简直不是人，是怪兽。秦渊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项目沙坑，他能打破全军纪录吗？1分15秒，新纪录诞生了。秦渊打破了全军纪录，成为了400米障碍跑的传奇。这个秦渊太厉害了，我服了。青出于蓝胜于蓝啊！前浪注定要被拍死在沙滩上了。我才1分33秒，已经被拍得稀碎了。考核结束，战旗7连的士兵们表现出色，9人成功进入下一个考核环节。看到这个成绩，我非常满意。战旗7连的进步，我们都看在眼里。是啊，加大了考核强度，还能有9人通过，说明他们的训练成果显著。不过，最令我期待的还是秦渊在下一个项目中的表现，他到底还能带给我们多少惊喜呢？装甲运动射击，战旗7连的基本训练内容之一。经过上一次考核，只有10名战士能够进入到这个装甲车驾驶考核之中。是，他们将乘坐装甲车，在颠簸的山路中行驶500米进入射击区。射击目标分成2个，一是固定靶50米，一共3个靶子，一个10发子弹，每个靶子至少命中2发；另一个则是摇头靶子，5发子弹，命中3发，算过关。明白了。2人一组，左右两边探出半个身子，行驶时速为35公里每小时。当在第一项考核中落选的士兵们同前来观摩的大佬们来到训练场时，他们都懵住了。500米山地是好走，但这500米障碍可不好走啊！这战场还原的真够逼真的，崎岖不平的山路，寸步难行的泥潭，几乎遍布整个障碍训练场。秦渊，通力配合，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好，这么短的距离还要直接转弯，这怎么可能不撞到杆？别慌，我来操作，你注意周围情况。这技术还是可以的。战旗7连是侦察连，驾驶装甲车是他们的基本训练内容。你们不用担心他的驾驶技术，他在海训区都考了武装直升机驾驶证了，过载达到了实际。什么？武装直升机驾驶证？不可能吧？我哪里敢骗你啊？你可以去陆航那边问。厉害！秦渊的驾驶技术确实优秀，35公里每小时的时速，通过仅10厘米的宽度标杆，游刃有余。保持速度，注意方向。好，在所有人的注视下，秦渊和欧林顺利通过了装甲车驾驶考核。我们通过了，干得漂亮！战旗7连的战士们，你们都是好样。无论是掩体还是战壕深坑，又或者是泥地和铁丝网等障碍，秦渊都能凭借精湛的驾驶继续开过去。可就在这时，忽然一声炮响，一颗迫击炮在他们靠！预料之内，既然要还原最真实的战场，肯定是有炮弹的。我的天，刚才那一下把我吓了一跳。这回玩的也太大了，那迫击炮是真的能炸死人的那种。唉，他们2个危险了，好险刚才没有直接在装甲车上炸了，不然整个车都可能被炸瘫痪了。做得好，我要的就是这个难度。其实之前护骑兵在这一项的考核上是没有这个内容的，因为能够驾驶装甲车，
在这种地形中保持那么高的速度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既然要加上难度，就必须尽可能的还原战场。对，我给他们下达的命令就是尽可能的命中装甲车。现在我没有办法探出去查明地形了，你还能开吗？能。炮火接连不断的在装甲车旁炸响，秦渊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不仅加快速度，还完美的翻越各种障碍。他进行了蛇形走位，尽可能的不让敌人判断到自己的前进方向。秦渊，加油，一定要通过！不要紧张。妈的，这小子有点牛啊！这走位怎么打？我从没有见过能这样开装甲车的人，居然能开得那么骚，打什么火箭筒都打不了。不错，秦渊的驾驶技术非常好，那就让他再上难度，看他还能不能完成。注意，不要让他们射击，给我尽可能的封锁他们的枪口位置。太厉害了，秦渊简直是个神车手，这驾驶技术简直逆天了。太险了，幸好跟的是秦渊。别高兴得太早，还有更艰巨的任务等着我们。可就在这时，敌人立刻进行火力压制，密集的子弹如同雨点一般朝射击孔打来。快躲开！这怎么打？这难度是真的要命啊！秦渊能到达射击区已经很厉害了，现在还要命中目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啊！新兵就是新兵，一点战场意识都没有。不过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欧林，起来，你想不想完成任务？怎么做？人家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只要稍微把头探出去，就可能被打中。谁说没有重火力武器就不能反击？我们先这样。秦渊啊，秦渊，你终于有今天了！给我把他的装甲车打成没有办法反击的铁疙瘩。对，上次是因为偷袭，这次看他能不能正面和我们对战。要是让他完成任务了，你们就又再次给首长们看到了，我们龙牙不是他们的对手。秦渊的驾驶技术确实厉害，但现在才是最考验技术的时候。面对无数特种兵的狙击，他能否完成最后的射击任务呢？令他们感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秦渊和欧林没有通过射击孔进行还击，而是打开了装甲车的铁门。欧林，跟我来，我们要利用装甲车作为掩护进行反击。好的。怎么回事？他们人呢？难道他们跑了？可以，很有想法。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会把车直接开到战壕里了。这样也行吗？不是武装运动射击吗？为什么不行？武装前进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成功到达射击圈，他们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能完成任务就行了。老韩啊，你都能进行狙击，他为什么不能下车反狙击呢？我觉得秦渊做得很好，一名优秀的侦察兵就要学会反狙击。分头狙击，给我搜，一冒头就给我打，继续用炮炸。他们不是下到战壕里吗？我让他们连头都抬不起来，妈的，居然让他下车了。欧林，你在那边吸引火力，我从这边攻击。好。我被打中了，这两小子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具体位置的？用迫击炮对着战壕炸，我就不信他们能全部躲过去。炸什么？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还炸，浪费炮弹。老罗，看秦渊他们怎么做的，我们也下去。走，现在欧林在另一边，我们在这边。特种兵们分别在10点钟、12点钟、1点钟和3点钟的方向，我们兵分4路对他们进行攻击，然后再攻击靶子就可以完成考核了。收到。快，他们人越来越多了。精彩，这已经从装甲运动、射击考核变成了一场战场冲锋演练。龙牙特种兵原本的计划是不让任何人通过，但此刻3辆装甲车如猛虎下山，向他们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会有装甲车？我操！快通知总部，我们被包围了。7连的兄弟们，跟着我，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秦渊，这次就看你的了。大家坐稳，我们冲出去。他们居然敢反击，准备迎敌。秦渊的枪法快如闪电，每一枪都精准无比，龙牙特种兵纷纷倒下。他的枪法太可怕了，我们被压制了，根本无法还手。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龙牙特种兵终于被彻底压制。秦渊和7连的战士们成功完成了任务。秦渊，你太厉害了，这次多亏了你。这是大家的功劳，我们是一个团队。秦渊，你的表现非常出色，单兵作战能力令人刮目相看。这个秦渊，我们必须好好培养，他将来肯定是精锐中的精锐。龙牙怎么会被一个新兵打成这样？这太丢脸了！上校，秦渊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我们得正视现实。下一场考核，我亲自带队，绝不能再输了。大家别灰心，这次我们输了，但下次一定要赢回来。韩教官，我们真的打不过秦渊吗？不是打不过，是我们还没发挥出全部实力。下一场，我们一起努力，证明给所有人看。龙牙特种部队的营地内，气氛凝重，各分队长们站得笔直，等待着韩非的训话。都给我醒醒！输2次而已，就打不起精神了。现在是演习，是考核，你们没有缺胳膊缺腿，为什么唉声叹气？你们不振作起来，首长们怎么看你们？这次考核是敌后侦察，难度仅次于最后一项，但我们武器齐全，可以提前布局，还可以使用最先进的通讯设备。如果再输，那才是真丢脸。是，队长。
战旗7连的营地内，通过考核的士兵们得到了表扬，但黄小辉等老兵却并未放松。接下来的考核难度会更高，以后侦察极其强调单兵作战能力。老黄，别担心，我们只能执行，侦察兵就这样，哪怕手里只有小米虾不香，也必须完成侦察任务。对，如果现在是打仗，我们身上肩负着的是整个部队的安危。输了就输了，死了就是死了，只能说明自己能力不行，但态度必须放在这里，只要有一人能完成，我们就是成功的。秦渊，你最有发言权，我们决定全力帮你打配合。只要你侦察到敌人情况，就是我们的胜利。我要辜负你们的好意了，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如果你们真的想保的话，尽量保护好自己不被发现就行。秦渊，你放心吧，我有我的打算。夜幕降临，考核即将开始，7连的士兵们各自准备着，而秦渊则独自站在一旁，眼神坚定。这次考核，我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不仅仅是为了通过，更是为了7连的荣誉。各小组注意，考核已经开始，保持警惕，发现目标立即报告。收到，队长。夜幕降临，战旗7连的营地内气氛凝重。秦渊的话语让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不是我要浇你们冷水，你们不记得上次演习，他们一个分队就把我们整个连都一网打尽了。他们的单兵作战能力很强，一个人就能对付你们，而且战斗经验非常丰富。难道他们不知道你们在造势？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7连士兵的脸上。考核即将开始，士兵们严阵以待。韩非亲自带队啊，而且还是龙牙各分队的队长。如果7连的人还可以通过考核，他们绝对是我们军区的精锐。是啊，这次考核我要看看秦渊到底有没有资格成为护骑兵。军车轰鸣，将参加考核的5名7连战士送到了群山之中。考核正式开始，开始吧！这次考核我一定要证明自己。秦渊的速度惊人，不到1个小时就已经进入到了敌占区中。他的身影在树林中穿梭，如同一只敏捷的蜘蛛。与此同时，龙牙特种部队在韩非的指挥下，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没有守株待兔，而是主动出击，隐藏在各种隐蔽的通道中。各小组注意，隐藏好自己，不要暴露位置。我们要发现并俘虏这些侦察兵，有必要还能直接开枪将其击毙。收到，队长。侦察任务正式开始，秦渊能否凭借他的独特技能，在敌后侦察中脱颖而出？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南北走向，山路潜水，要往北走，他们可能在河流附近，或者在山地上方进行驻扎。这考核失败了。报告，抓获一个目标。路很容易发现，越往山下走，路就会越多。现在只需要顺着往上走就行了。这隐蔽的太好了。既然那边已经发生了激战，我可以沿着这条路走，他们绝对想不到。老吴，你已经这忙了，不能暴露我的行动。埋伏点不止一个人，失算了。开局不错，但秦渊还没出现，这家伙我得小心应对。秦渊，这位新晋的侦察高手，正面临着他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挑战。龙牙，这次你们准备好了吗？秦渊选择了最不可能的路线河流，他能否利用这一意想不到的操作，突破敌人的防线？你口号瓮中捉鳖，你是怎么过来的？你为什么会知道我们的口号？等到我考核通过了，你自然就会明白了。秦渊如同幽灵般在军营中穿梭，他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全身而退？大家老战友又见面了，你们这是在刁难我们？你认为如果真打仗了，对面不会这样做吗？你也是7连的人，你应该也想看到今年我们能够出现护骑兵吧？这难度就是用来考秦渊的。他说的对，我们7连的确不是你们龙牙的对手。你们仔细想想，以秦渊的能力，以后肯定会发展得很好。他离开了以后，你们还不是原来那个样子？秦渊，这位新晋的侦察高手，用他的智慧和勇气，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秦渊，你果然没让我失望。老韩，回来吧，他完成任务了。不可能，他怎么做到的？连长，秦渊通过了，他太快了，只用了不到1天的时间。老黄，看吧，我就说秦渊行。是啊，真没想到。我对你们7连的成绩都非常满意，今年提高了不少难度，但你们依旧勇敢地面对敌人，我深感欣慰。新时代就要有新要求，你们要再接再厉，向秦渊学习。秦渊，这是考核规则，你可以选择签下这份自愿书，也可以选择不考核。不考核的话，你可以回到部队继续发展。这不仅仅是一张纸，它承载着秦渊未来的命运，更是一次对勇气与决心的终极考验。秦渊，最后一项考核最难也最简单，我准备好了。高举战旗冲锋，2公里路程，左右各50米范围，山丘、草原、山坡都是你的战场。记住，上方有机关枪随机扫射，还有迫击炮随机轰炸，狙击手会对战旗杆子瞄准，活着把战旗插到终点，你就赢了。我明白。秦渊接过自愿书，每一笔都似在书写生死。报告，战旗7连3班秦渊愿意接受考核。好，秦渊加油，绝不负首长期望。楚云龙示意开始，考核的钟声敲响。开始，枪声四起，秦渊如箭离弦，穿梭在枪林弹雨间。为了国家，为了军队，我不能停下。子弹如雨，秦渊却如不倒的战神，每一次躲避都是对生存的渴望。秦渊是可以的，他的精神超越了我的想象，非常勇猛，他的速度也快，我当年全靠运气。然而，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一枚迫击炮在秦渊身旁不远处炸响。
尘土飞扬，危机四伏。我不能倒下。这一刻，秦渊的身影在所有人心中屹立不倒。他不仅是战士，更是精神的象征。蜘蛛感应技能能判断到危险的方向，但打过来的子弹太多了，反应的方向也很多。不管了，不能把命撂这了，坚持，我要坚持住。秦渊，你可以选择退出，你有一次退出的机会。不，我不能退出。这身体真是天赋异禀。秦渊这是真的在玩命啊！但就冲这个精神，无论什么时候放在哪个战场上，都会让敌人胆寒。不能停下来，我要继续。狙击手连续射击，距离越近，射得越准。秦渊必须及时躲闪，保护旗帜。越来越难了。不能让旗帜倒下，这真是太难为他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越往后面，秦渊似乎就越轻松，只剩最后100米了，最后的冲刺，冲上这个山坡，胜利就在前方。天神下凡，秦渊赢了，冲顶了。秦渊的身影在狙击手的瞄准镜中越来越大，他惊愕地发现自己无能为力，这速度太快了。为了荣耀。好，太好了！他居然能躲过所有射击，真是不可思议。他的枪法实力都一流，更重要的是那份冷静和不怕死的魄力。我当年可没这么强，他真是厉害。考核结束，秦渊不负众望，成为了护骑兵。他过了，他终于过了！我要多向他学习，争取成为明年的护骑兵。看来今后要不断突破极限了。秦渊虽然受伤，但幸无大碍。7连的战士们纷纷来看望他。最后一关那么难，他还真过了，不容易啊！太好了，他没事。为了庆祝秦渊成为护骑兵，7连加餐庆祝。谢谢大家。秦渊查看考核获得的技能和功勋值，获得手枪精通技能，还有10万点功勋值。体质过人的秦渊很快恢复，即将奔赴军校学习。秦渊，你是我们猛虎团第一个进国防大学的军官，一定要好好学习。是。7连为秦渊举行告别宴，官兵们纷纷为他送行，祝你前程似锦。谢谢大家，我会想你们的。3天后，秦渊来到国防大学，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国防大学，我来了。秦渊报到时发现，由于考核和疗伤，他耽误了课程。秦渊同学，你虽然迟到了，但别灰心，努力就能赶上。是，我会努力的。秦渊1个月的内容虽然不多，但绝不能轻视。军校以培养军官指挥为主，训练为辅。我看过你的资料，成绩优秀，但这里的学习难度很大，你要有心理准备。主任，我明白，我会努力学习的。记住，这里很严格，不会给你开后门，你要对自己的成绩负责。我要留下来学习。报告，确定。好，既然你确定了，就去第3中队吧。秦渊被安排到了第3中队2班，班长陈俊带他回宿舍。秦渊，你好，我是陈俊，你是军校上来的，还是地方部队的军官过来进修的？我是提干上来的，因为连队考核迟到了，这就有点难办了。后天有阅读考核，其中有手枪射击，很多提干上来的士兵都没摸过手枪，上个月成绩不理想，我可以帮你申请下个月再考。我可以参加，我练过手枪。你练过？不可能吧？你是提干的，怎么会手枪？我真的练过，我可以当场打给你看。这里是军校，不是开玩笑的地方。如果你能组装手枪，我就给你这个机会。好，一言为定。秦渊的舍友们得知他的情况后，纷纷表示担忧。秦渊，你还是下个月再考吧。我们上个月成绩都不好，第一次摸手枪。是啊，能组装就不错了。你还落下了1个多月的课呢。大家放心，我会努力的。明天我就组装手枪给你们看。第2天，整个中队来到大楼前进行手枪组装和保养。秦渊，你说你会组装手枪，现在就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能装好，就让你参加考核。众学员惊讶地看着秦渊熟练的组装手枪，纷纷投来不可思议的目光。好，秦渊，你果然有两下子，既然你能组装手枪，那就让你参加考核。谢谢班长，我会努力的。考核当天，秦渊自信满满地走上考核场，准备迎接手枪射击考核的挑战。我一定能行，为了荣誉，为了证明自己。秦渊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手枪射击考核，赢得了众人的掌声和赞赏。秦渊，你真是太棒了，你为我们中队争光了。谢谢班长，这是大家的功劳，我会继续努力的。第2天，整个中队的学员都来到了训练大楼前，准备进行手枪的组装保养练习。大家安静，今天我们要进行手枪的组装保养练习，同时也是为了明天的月度考核做准备。报告完成，1分10秒。的确不错，不过这个成绩还是差得很远啊，我最多用35秒。那是你，我说的学员，你们的呢？敢不敢比一下？报告，第3中队第2小队秦渊出战。秦渊，你确定？保证完成任务，他们不输，我直接去跑10公里。好，很有精神，那就让你去试试。来啊，谁出战？就你吗？请多指教。预备，开始。秦渊对手枪的操作异常熟练，速度之快令人啧舌。好了，秦渊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手枪的组装，让所有人见证了他的实力与勇气。2队学员还在紧张地组装手枪，而此时的秦渊却已经完成了他的作品。这么快，他是不是装错了？不可能吧？2队的学员都还没完成一半呢。23秒，秦渊，你打破了国防大学的记录。你叫秦渊是吗？
你知道你这个成绩已经太不可思议了。你之前是哪个军校的？我是第8集团军猛虎团战旗7连的秦渊，提干后就来这里学习了。全场哑口无言，秦渊的成就令人震撼。秦渊归队怎么样？还敢不敢比啊？行，走着瞧。月度考核见真章。陈俊，秦渊这孩子不错，你明天让他参加月度考核，不用等下个月了。可是他会组装，不一定会射击啊。我相信他。秦渊，教我呗，有什么技巧？我只是对一些手枪比较了解，查过这些零件而已。查过就知道怎么装了，不用上手的。天才啊，秦渊，你明天和我们一起参加考核吧。秦渊的出色表现让他获得了参加月度考核的机会，他能否在射击场上再创佳绩？班长，我没听错吧？秦渊要参加月度考核，李队批准了。秦渊，月度考核可不简单啊，特别是手枪射击，你学的都是从网上看到的，没真正打过手枪，可能不知道有多难。放心，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我已经准备好了。行，既然中队长特批了，那我们就全力以赴吧。第2天，月度考核正式开始，全年级所有中队齐聚操场，准备迎接挑战。各位学员，月度考核是对你们1个月训练成果的检验，希望你们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这回谁跑不进10分钟？每天加练1倍的圈数。10分钟？那不是轻轻松松，手到擒来。我跑个9分钟给你们看，帮助中队拉高平均分。我要取得第1，必须全力以赴。3队2班做好准备，预备。考核开始。长跑是体干学员的拿手科目，他们应该尽可能的拿高分。看，秦渊冲出去了，他的速度好快，他这样能挺得住吗？后面还有好几圈呢。秦渊的速度，他到底藏着多少实力？秦渊一骑绝尘，远远甩开了其他学员，他的速度始终如一，仿佛不知疲倦。秦渊这是要逆天啊！他到底怎么做到的？看来我们之前都小看他了。秦渊，你真是太棒了！我必须保持这个速度，为了第1，为了荣誉。随着秦渊第1个冲过终点线，长跑考核落下帷幕。他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其他人，甚至打破了学院的纪录。秦渊，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你的实力真是让人刮目相看。秦渊，你是我们的骄傲。谢谢大家的支持，这只是开始，我会继续努力，为班级争光。他前面几圈是热身，这么跑，体力跟得上吗？不可能，待会儿他肯定不行。注意节奏，保持速度，这耐力真是惊人。你知道你取得了什么成绩吗？8分03秒，我的天啊，这已经压到了我们学校的最高纪录了。满分就行，接下来还要考核，我还要省一点体力。你平时在部队里能跑出更高的水平？大部分都是现在这样跑，因为训练的科目很多，我不可能拼尽全力。还是那句话，拉不够25个，全部加练。放心吧，教官，我们一定行。单杠考核要求严格，不仅考验臂力和核心力量，还要求动作标准。来吧，1、2、3、10、11，这核心力量真是没得说。秦渊在单杠考核中的出色表现，再次证明了他的实力与潜力。他的坚持与努力，不仅赢得了教官的认可，也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与敬佩。单杠考核正在进行，学员们奋力挑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体力逐渐透支。太累了，每拉一次都要歇会儿。加油啊，再坚持一下。1、2、3。哇，秦渊这速度也太快了。他已经拉了15个了，才用了不到30秒。秦渊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他的身体素质远超众人想象。秦渊，加油，你能行！这小子真是深藏不露啊！30、31，秦渊的每一次拉杠都牵动着众人的心弦，他的成绩已经远超一般水平。太厉害了，秦渊，你是我们的骄傲。35、36，在众人的注视下，秦渊以惊人的速度继续挑战自我。秦渊40个满分，秦渊牛逼！下一个考核什么时候开始？先休息，下午才开始。秦渊，你表现得非常出色，有了这2科成绩，你的平均分已经很有保障了。打手枪的时候尽力发挥，争取及格，你的年级排名会很靠前的。我会争取所有科目满分的。第3项考核，投掷手榴弹即将开始，这是一项既考验力量又考验技巧的项目。今天给我点运气吧，让我进圈，突破一次80吧，保守一点吧，先丢个70几分，再去尝试80分比较好。秦渊，规则你大概听懂了吗？我建议你第一个先试一试能扔多远。明白了，教官。秦渊深知投掷的精准度远比距离重要，他对此早有准备。秦渊，保守一点，之前你的成绩都很好，现在只需要70分就够了。对，只要你能投出70分，后面手枪射击只需要40、50分，你的成绩就已经很高了。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会尽力的。那我开始了。只见秦渊站在原地，挥手一掷，手榴弹如同炮弹般飞出，划出一道惊人的弧线。哇操，臂力那么强，这肌肉是刚做的吧？不用助跑就能扔那么远，助跑了岂不是更远？这也太不保守了吧！满分，哇，满分！秦渊太厉害了。
3科都是满分。秦渊，你可是咱们中队里的第一个啊！谢谢教官，我还可以再试试。秦渊并不满足于第一次的满分，他希望通过不断的尝试，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精准度。这次我要更精准一些。我还以为刚才是运气，可这第2次好像更正了，这是实力啊！他是真的能扔得那么准。这小子真是个投弹的天才，这次一定要正中中心，正中圈心，太了不起了！秦渊的成绩一次比一次好，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精准投掷。这考生叫什么名字？这手法太厉害了，而且他是站着扔的，这不是运气，这就是手法。经过这次投掷考核，秦渊已经成功引起了众多考官的注意，他的身体素质和技术能力都让人刮目相看。